被人掐住似的，火辣辣的疼啊！还有腿，似乎也被人压着。凤扶摇，你大婚夜刺杀本王未遂，便畏罪自杀，为野男人殉情。哼，果然是一个没有脑子的草包废物。本王，姑奶奶还玉皇大帝呢，你怕不是有大病吧？快放开我！掐着他脖颈的手使劲一甩，轻薄丝滑的袍子从男人腰间被扯成两截儿。我靠，什么情况？好有料啊！突如其来的变化让男人呆住了，男人冰冷妖异的眸子对上慕瑶瑟瑟的目光，肺都快气炸了。他一把提起滑到膝盖的裤子，声音冷冽而愤怒：你这个恬不知耻的丑八怪，竟敢扒本王的裤子！你是见色起意，想要勾引本王是吗？你也不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，是什么鬼样子？凤扶摇，大龙国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厚颜无耻的女人？明日一早，本王便去禀告父皇，请求将你给贬为贱妾。说完一甩袖子，怒气冲冲地向门口走去。我操，哪来的神经病啊？你才见色起意呢，你全家都见色起意，长得好看了不起啊？蝙蝠身上插鸡毛，你算只什么鸟啊？他强撑着地面艰难起身，狐疑地环顾四周，眼前红艳艳的一片，处处透着喜庆之色。诡异的是，屋顶横梁上居然挂着一条断裂的白绫。他不是在历史博物馆参观古代大龙国留下的文物吗？他还记得他正透过橱窗玻璃欣赏离王穿过的一条红裤衩，突然地动山摇，博物馆崩塌，他眼前一黑，便失去了知觉。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出现在这个鬼地方？还从1000年之后穿越到这古代大婚之夜？等等，那个神经病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凤扶摇，大龙国，新婚夜上吊自杀。就在这时，慕瑶脑海中响起了一个萌萌哒的声音：系统小瓜来向宿主报道了，恭喜宿主赶上穿越大军，来到1000多年前的大龙国，成了大龙国臭名昭著的炮灰女配凤扶摇。大龙国那个容貌丑陋，一心想嫁给太子的花痴草包，她不是嫁给大奸臣离王时刺杀未遂，最后上吊身亡了吗？我居然穿越到她的身上！刚才那个妖孽男人是不是他的夫君离王？我只是参观一条红裤衩，至于这么惩罚我吗？我不想待在这儿，我想回去。嘿嘿，宿主真聪明，你正是穿越到他身上。刚才那个男人正是你这个身份的新婚夫君沈君慈，你已经穿越过来，便再也回不去了，毕竟尸体都腐烂了。他喵的，这不是坑爹吗？宿主来了便是大龙人，我跟你说说大龙国的情况吧。大龙国此刻当政的皇帝乃是离王的父亲沈建德，此人昏庸无能，没啥建树，还是一个瘾君子。瘾君子嗑啥药啊？此人痴迷炼药，沉迷女色，不干正事，一心追求长生不老。如今的大龙国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暴乱频发，摇摇欲坠。建德帝的5个儿子已在夺地大战中斗死了3个，如今只剩下太子沈君毅和离王沈君慈。这3年后啊，建德帝便驾鹤归西，太子登基做了皇帝。同年，凤家族上下100多口人被圈禁于凤丞相府，亲亲活活饿死。叶国联合边境部落攻入京城长安，大龙国灭亡了。我记得离王在太子登基前1个月便不明原因横死，后来被暴民从棺材中捞出来抛了尸，死无葬身之地啊！大龙国灭亡，沈家断子绝孙。这我穿成他的王妃，岂不是也难逃一死啊？那我穿越过来干什么呀？当炮灰吗？天哪，我刚才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消息？等会儿，这女人说她是从1000年以后穿越到大龙国，3年后当今皇帝驾崩，太子沈君毅做了皇帝，凤家100多口人被圈在凤府，进阶饿死啊！叶国攻破了长安城，大龙国亡了国，而他因为不明原因横死，还死无葬身之地。这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怎么可能啊？他明明都没有在张嘴说话，难道说我可以听到他的心声？难道真正的凤扶摇已经上吊身亡了？
而眼前的凤扶摇乃是千年之后的孤魂野鬼，借尸还魂了。为了一探究竟，转身走回房间。慕瑶见他去而复返，瞅了瞅对方那8块性感的腹肌，脑海中浮现出被撑得鼓鼓囊囊的红裤衩儿。没错，博物馆中陈列的就是他穿的这条红裤衩。虽然博物馆的那条破破烂烂的，还褪了色，但牡丹花一模一样。沈君慈，我爹是凤丞相，你不能弄死我的，我们大不了和离。一个大男人穿什么绣花红裤衩啊，口味真他妈重。据说这个狗奸臣黑历史一箩筐，性格残暴，不近女色，半边脸绝美，半边脸绝丑，还是一个喜欢男人的断袖。有个好基友名叫司空小宝。嘿，还别说啊，狗奸臣身材确实不错呀，堪比顶级超模，穿得这么花哨，定是胜负无疑了。就是不知道这功夫司空小宝长什么样子啊？什么？这女人竟然鄙视我穿红裤衩子？那是我因为大婚之夜我图个吉利才穿的好吗？谁平时没事穿什么红裤衩子？真是无知呢。还有，竟敢说我是个断袖，还说我是个什么兽夫，这兽夫又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但是我用后脑勺想都可以想出来，这个兽夫绝对不是什么好话。不行，我要与他和离，赶紧离开这狗奸臣，说不定还能活命。让你为虎作伥，坏事做尽。老皇帝但凡有一个儿子争气，大龙国也不至于亡国了。哼，活该被暴民从棺材里捞出来。呸！短命的狗奸臣，毁了容也这么妖孽，真是白瞎了你那张盛世美颜了。本王的爹还是当今的皇上呢，弄死你不是像弄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。你说你苦心积虑嫁给本王，便是为了帮助沈君逸那个王八蛋杀死本王。可惜啊，他今日也大婚，还娶了你的妹妹凤扶雪为太子妃。你这没脑子的蠢货，不过只是一个被别人利用的棋子罢了，还自以为自己很高尚。切，你呀，乃是皇上指婚给本王的王妃，你想和离？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哎，看看你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丑样子，本王多看你一眼都会想吐啊！回去以后好好沐浴洗干净吧，本王今晚就忍着恶心，勉为其难的跟你圆房吧。你很好看吗？敢不敢取下面具让我看看？圆你个大头鬼！我们现在就和离。把王妃盯紧了，若是让她跑了，你们所有人都得为她陪葬。是。我去你大爷的！谁要和你圆房啊？我要和你和离！哼，难道今晚真要与那死妖孽圆房？是奋力反抗呢，还是干脆两眼一闭，慢慢享受？哎呀，可是传说中的狗男人性格残暴、冷酷无情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啊！搞不好还没有享受完，就被他给嘎了。哎，宿主，你先别激动，你听我说，原主对太子一见倾心，非他不嫁，却被太子恶意利用。太子说，只要她愿意嫁给离王，并杀死他，便会娶她为太子妃。原主去当炮灰，太子却在同一天娶了比原主小1岁的妹妹凤扶雪，所以才会有原主刺杀离王未遂，上吊自杀一事。宿主，你以后就是凤扶摇了，和离王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不能和他和离。小瓜，你是什么系统？我穿越到大龙国有什么任务？宿主，我的主系统是吃瓜系统，副系统是初级药材系统，附赠一个空间。啊！天哪，传说中的吃瓜系统，这不就是21世纪的八卦新闻报今日热点吗？太给力了！吃瓜系统当然不错，能让你轻而易举得到第一手情报，比如建德帝昨晚去了长安城第1青楼百花楼，宠幸了一个舞姬。还有姬皇后从小喜欢她的哥哥姬代，两人经常以兄妹之名私换，而姬代不是姬国公的亲儿子，而是他老婆为他戴绿帽生的。新闻太多，3天都给你扒不完，留着慢慢扒吧。啊，哎，你说的瓜都是真的吗？听上去很有趣啊。对了，初级药材系统和附送空间是怎样的？我先看看。凤扶摇看了一番初级药材系统，丹药只有1种，而且只有1粒。小瓜，这生功丹有什么用啊？我能吃吗？咦，当然能啦，它能让你拥有中等高手的内力呢。凤扶摇闻言大喜，将生功丹取出来，扔进嘴巴里，丹田中迅速升起了一股热流，流向各处经脉。凤扶摇握紧拳头，随手一挥。今晚他再也不怕狗奸臣嘎他了。药品呢，有感冒药、止泻药、消炎药、减肥药、伟力丸等。小瓜，伟力丸又有何作用啊？我能吃吗？嘿嘿，男人吃了快乐加倍，你说你能吃吗？这系统不错呀，跟聚宝盆似的，取走还能自动补齐，太好了。你每次完成任务
系统还会有奖励呢。嘿嘿，那我想要1000万两黄金，一夜暴富，系统能做到吗？我又不是许愿池的王八，哪能满足这么奢侈的愿望？哎，对了，小瓜，我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呀？完不成会有什么后果啊？主任务：攻略离王沈君慈，让他爱上你，和他一起拯救大龙国，实现3年。次任务嘛，消灭奸臣恶霸，培养良臣。每完成一项大任务，系统便有神秘奖励。如果3年后主任务失败，你我灰飞烟灭，被系统抹杀。哈，老天爷呀，多损呐！这任务也太艰巨了吧！史料记载，离王是断袖，让我去攻略一个不喜欢女人的断袖，还要拯救大龙国。这难度系数也太大了，还不如直接抹杀我算了。其实嘛，终极任务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艰巨。你攻略离王以后，可以和他一起拯救大龙国呀。别忘了，离王也是大龙国皇子，虽容貌有瑕，却并不影响他当皇帝。且离王此人机智过人，腹黑奸诈，比起刚愎自用、心胸狭隘的太子，更适合当皇帝呢。你让我攻略一个正常男人还说得过去，让我攻略一个性取向不正常的断袖，瞧他那损样吧，嘴巴有屎，喷谁谁死，一看就不是个好鸟。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比如推翻沈家王朝，自己当女皇行不行啊？不行，必须沈家人当皇帝才可以。或者你攻略离王，和他生个娃，让娃当皇帝也可以。攻略你大爷呀！若我3年后完成任务，能和狗奸臣合理走人吗？和女人抢男人已经够累了，还得和一群男人抢男人啊！还是当富婆更爽。等我有了钱，还要男人干什么？守着银子不香吗？只要你能完成任务，到时合不合理你自己看着办。哎，宿主，我有一个离王的大瓜，想不想听？离王啊，并非姬皇后的儿子，而是老皇帝南巡时临幸一位美貌歌姬所生。离王3岁才被带回皇宫，交给姬皇后抚养，对外宣称那姬皇后所出呢。狗皇帝真不是东西，这事儿离王知道吗？离王一直认为他的亲生母亲是姬皇后，可是姬皇后从未将他当亲生儿子。离王5岁那年，姬皇后教唆沈君印划伤他的脸，使他和皇位无缘。另外，离王年幼的时候被姬皇后下过寒毒呢，每年春夏之交，寒毒便会发作，这也是他3年后横死的主要原因。当务之急，你需尽快想办法帮他解毒，否则你的终极任务便无法完成。我攻略的对象不但是个断袖，还是个半死的废人。快来一道雷劈死我吧，我不想活了。王爷，皇上为太子指婚京城第一美人，却为你指婚京城第一丑八怪大草包，让你脸上蒙羞，沦为天下人的笑柄，实在令人气愤。整个京城也只有您的几位好友及不多的几位大臣前来为您道贺，那些人狗眼看人低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属下明白您娶草包非您所愿，您受委屈了，属下已帮您将书房卧室收拾出来，您更衣后早些休息。本王今日大婚，需去新房睡。啊，王爷，你又去新房睡，和那个丑八怪一起睡？要不然呢？难道本王跟你一起睡吗？别忘了，母后派来的高嬷嬷还守在院中呢，她正盯着本王的一举一动。若是本王今天晚上不睡新房，还不知明日的时候，她将如何与我母后嚼舌根呢？母后既然逼迫本王迎娶丑八怪，本王便从了她的心，做做样子，又怎么样？王爷，万万不可！那草包大婚之日刺杀你，又寻死觅活上吊自杀，闹得鸡犬不宁，差点让您变官夫。您看在他外祖父花老将军对您有恩的份上，好心去救他，他却狠心家暴你，撕烂您的喜袍。万一他趁您睡着，再次对您下毒手怎么办？王爷，您千万不能为了这个草包以身涉险啊！属下这就去将高嬷嬷打晕。无妨，本王知道怎么做，你无需担心的。王爷，要不属下夜里贴身保护你，属下隐在暗处，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现身。本王新婚夜洞房，不需要你围观，乖乖守在外面就行了啊！别忘了，本王武功了得，不会有事的。好吧，王爷，您可一定要保重啊！小瓜，如果我霸王硬上弓，狗奸臣会不会杀了我呀？可怜我还没有谈过恋爱呢，连和男人接吻都没有过。他虽然长得不错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和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陌生男人做那事儿。我还是想找一个两情相悦、一世一双人一辈子的男人。咦，他要杀你早杀了，还留着等过年啊？你想攻略他，不说得到他的心，至少得先得到人吧。我跟你说，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，只要你想办法把他睡了，
他就会像哈巴狗一样听你话，快刀斩乱麻。今晚你先想办法把他给睡了吧。我承认，苟建成是我睡不起的男人，而且是随时要我命的那种。他真的是断袖吗？若是断袖，为何要娶我？难道是为了给皇室交代，迫不得已娶我这个大草包撑门面？和一个变态杀人恶魔同房，光是想一想都不寒而栗啊！就更不用说让我霸王硬上弓将他给睡了。我想嫁的男人是个盖世大英雄，有一天他会踩着五彩祥云来娶我，而不是这种杀人不眨眼的黑心莲，喜欢男人的断袖。我真的很害怕，好吗？房门吱呀一声，被人从外面推开，一个风华绝代的心长身影从外面踏着月光走了进来。听听，这个丑八怪又在说我坏话了，哼，还诋毁我是断袖，骂我是什么黑心莲，还想霸王硬上弓将我给睡了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他配吗？还有，这蠢女人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大英雄，还会踩着五彩祥云来娶她，这个真是异想天开呀！我明白了，原来她想要嫁的是天上的神仙。还是继续做你的美梦吧，梦里什么都会有。救命！他来了，他真的来了！好可怕呀！还没有睡他，我就要吓死了，好吗？求求了，我这么丑，你别来霍霍我，求求你，去霍霍你的奸夫司空小宝吧，求求了！沈君子挑了挑好看的剑眉，冷哼一声，抬起大长腿，大拉拉地爬上床，并面对他半躺下来，一襟半敞，露出精致的锁骨和性感结实的胸膛，修长的手撑着头，魅惑的狐狸眸盯着少女的后脑勺，阴恻恻的低笑。凤扶摇，别装了，本王知道你没睡，你裹得这么的紧，是担心自己变成禽兽对本王图谋不轨吗？你放心好了，本王对你这种丑八怪提不起半点兴趣。凤扶摇决定不装了，慢慢转过身来。王爷，您终于来了。我还以为您嫌我长得丑，不来和我洞房呢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这就帮您宽衣解带，您就从了我吧。他手一使劲，一把便扯开他上身的衣裳。苟建成，来呀，互相伤害啊！想调戏老娘，还不知谁调戏谁呢。老娘狗命不要了，今天先睡了你再说。你给我滚回去躺好，本王看见你便倒胃口，以后给我离本王远点，否则你就死。王爷嫌弃人家快伤心死了，那我只好回去躺好了。王爷，我睡相不好，夜里磨牙放屁打呼噜，担心吵到你，所以离你远一点。你想去和谁睡，我都不会干涉你的。我又乖又听话，还温柔得不得了，是典型的贤妻良母。原来这男人之前威胁要和我洞房都是骗人的，这人跟粪坑里的石头似的，岂是那么容易攻略的？小瓜，不是我不愿意睡他，而是他压根对女人没有兴趣。想要睡他，真的比登天还难呢。等会儿，小瓜是谁啊？哼，话说这蠢女人骂我是粪坑里的石头，还想着要睡我，切，果然是一个虚伪狡诈的女人呢。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鬼才和这个断袖同床共枕呢。我是有原则的人，绝不当第三者插足，更不会和男人抢男人。他呢，虽然长得美，可我喜欢真正的男人，而不是喜欢男人的男人。请给我一点时间去攻略他。好累啊，怎么这么困啊？这床真舒服。为了完成任务？什么任务呀？什么攻略我？难道这个女人打算趁我睡着以后对我下毒手？哼，蠢女人，本王对你一再的忍让，若是敢在夜里刺杀本王，本王绝不轻饶你。即便偶不变，符号看象限。听说这是穿越者的接头暗号。苟建成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来自 G8 星球？奇变偶不变，符号看象限，什么穿越者接头暗号？与谁接头？是沈君逸那个蠢货吗？切，蠢女人，果然是死性不改呢。什么虎狼之词，不知廉耻！某处就像着了火一般，变得滚烫起来。蠢女人，睡觉如此不安分，你是猪吗？
啊，好大一个鸡腿啊，还是穿着红裤衩的大鸡腿儿。啊，这有个大西瓜，看上去似乎熟透了，一定很甜吧？我的刀呢？我的西瓜刀在哪儿？我要切开大西瓜，美美吃一顿。这是将本王当成大鸡腿、大西瓜了吗？啊，还好你的手上没刀，否则本王非被你开瓢了不可。哎，这觉是没法睡了。他伸手抬起少女的脸，想将她靠得过近的脑袋推开，哪知道对方却一把抓住他的手。我的大鸡腿儿，穿红裤衩的大鸡腿儿，闻起来真香啊！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！我想吃大鸡腿儿。沈君慈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正要将手收回来，便感觉手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。丑八怪竟然对他手背狠狠地咬上了一口，沈君慈痛得差点跳起来，便伸出大长腿，一脚将他连人带被子踹下床去。凤扶摇正睡得香甜呢，突然感觉到身子一空，接着结结实实地跌落在地，腰臀处传来一阵闷痛。救命啊！鬼啊！我说，你大半夜的鬼叫什么呀？你眼睛是长后脑勺了是吗？本王是人是鬼，难道你看不清吗？哎呀，吓死宝宝了！你大夜里不睡觉，披头散发坐床头干什么？我还以为是鬼呢。难道你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吗？喂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有没有事啊？需要我帮忙吗？他将帕子扔到床尾。切，你看看你这丑不拉几的样子吧，你比本王更像鬼。本王的手怎么了？难道你不知道？哼！啊，我睡觉睡得好好的，我怎么知道？从药材空间里取出一管跌打损伤的药膏，挤出一坨药膏，凑上前就要为他涂抹手背上的伤口。我这里呢，刚好有跌打损伤的药膏，我帮你擦一擦，小心伤口感染化脓。这个蠢女人，竟可以凭空变出一管药来，这药膏怎么看上去这么的奇怪呢？不会是有毒的吧？不过鼻尖闻着有股淡淡的药香味，不像是有毒之物啊。这伤口为何一圈牙印啊？你梦游将自己咬伤了？王爷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对自己也太狠了。明明是被你这条疯狗给咬的，你不会贼心不死，还想着谋杀亲夫吧？什么？是我咬伤的？哎呀，怎么可能啊！我睡觉睡得好好的，我为何要谋杀你？杀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这药膏送你了，记得每日涂抹3次，2、3天就好了。唉，大夜里被你吵醒，困死我了。赶紧睡吧，再不睡天要亮了。王爷晚安，祝你好梦哦。片刻之后，便传来均匀的呼吸声。沈君慈心里憋着一肚子气，他哪里还睡得着？索性就拿起药膏，对着烛火仔细的查看，表面印着一些文字，文字与大龙国繁复的字体不同，似乎每个字他都认识，可又不大认识的样子。但是字面的意思他又能看得懂。看来凤扶摇果然已经换了心思，可是他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呢？王爷，某事已到，该起床了。今日一早，您得和王妃进宫，为皇上皇后行奉茶礼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都起来吧，今日去找管家多领1个月的月礼。殷十七、萧颖，你们随本王来吧。高嬷嬷，你带着婢女进去伺候王妃更衣。是。云十七伺候沈君慈更换衣裳。王爷，昨夜数波蒙面人造访离王府，暗卫抓了几个不长眼的。属下逼问，对方什么也不肯说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。属下怀疑那些人都是太子派来的，是来看王爷您的笑话的。全都杀了吧，一个也别留下。哼，看笑话，那便看看是谁才能笑到最后吧。王爷，昨日姬国公的小公子姬旦在明月楼醉酒，口吐狂言，诋毁王爷您娶了个丑八怪大草包，是整个大龙国的笑话。还说什么您是捡来的野种，根本不是皇后亲生的儿子。他总是跟您过不去，3番5次在后面败坏您的名声。您看，我们要不要给他点颜色瞧瞧？姬国公的那个只知道吃喝嫖赌玩女人的废物嘛，他仗着有母后撑腰便为所欲为，还真把自己给当根葱了。他不是好赌吗？那便找人设一场局，给他一点颜色瞧瞧。对了，这局不必太过分，废掉他的一条腿就好，省得他闲得无聊。是，属下明白。王爷，
你手受伤了有没有事啊？属下去给您拿药。不必了，王妃也为本王上过药了，不碍事的。这便是王妃送给本王的药膏，你们没有见过吧？王妃为您上了药？王妃真的为您上了药啊？王妃昨晚不是想杀您吗？怎么可能给您送药啊？王爷，皇首郎给姬拜年，他一定没安好心。万一他在药膏里下毒，可如何是好？是的，属下也这样认为。王爷还是小心为妙。哦，还有，这伤口看着像牙印，难道昨夜王妃真的对您下毒手了？黄蜂尾上针，最毒妇人心，您一定不能被她温柔的假象给迷惑呀。这个伤口是本王不小心碰到的，本王知道如何做，你们不必忧心的。属下严郎拜见王爷。云石七和萧影对严郎点点头，引门出去。严郎，你去江南可查到了什么？属下经过多方调查，确实查到一件事：当年圣上下江南时，暂住连州知府别院，连州知府曾为圣上献上数名美貌武妻，而那些被圣上临幸过的武妻，后来都秘密养在别院。其中一位名为婉娘的绝色武妻，后来怀了身孕，并产下一个男孩。15年前，连州府失火，连州知府上下10几口人全部葬身火海，一个不剩。而那群武妻也死在火海之中，只有那名小男孩却不知所踪。属下找过很多地方，都未能找到小男孩的线索，请王爷责罚。你下去吧，有消息再来告诉本王。坊间传言我并非姬皇后的亲生，那么我到底是不是姬皇后亲生的孩子呢？王爷都起床了，为何王妃还不起床啊？你们这些下人是怎么做事的？王妃不是应该早早起来伺候王爷洗漱更衣，然后和王爷一起进宫行奉茶礼的吗？两人不敢多言，春香迅速准备衣裳和洗漱用具，春燕呢则是到床边轻声喊凤扶摇起床。王妃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今日要进宫行奉茶礼。然而床上的人抱着暖烘烘的被子，依旧睡得香甜。王妃，该起床了，待会儿要进宫行奉茶礼，可不能去晚了，您还是快点起来吧。天都没亮呢，吵什么吵啊？让我再睡一会儿，我还没睡够呢。王妃，马上要进宫为帝后行奉茶礼，可不能去晚了，快起来吧。王妃，起床了，今日要进宫行奉茶礼，进宫晚了会受帝后责罚的。你谁啊你？大呼小叫干什么？奴婢乃皇后身边的掌教高嬷嬷，受皇后娘娘的吩咐，特意来教导王妃礼仪规矩的。王妃乃离王妃，这一言一行均代表皇室的颜面。离王殿下已经起床多时了，今早还要去为帝后行奉茶礼。离王妃在夫君早已经起床的情况下，睡到现在还未起床，这成何体统啊？奴婢今日只是提醒王妃，若有下次，奴婢便要按照宫里的规矩执以刑罚了。还要请王妃体谅奴婢的难处。高嬷嬷怎么这么熟悉啊？忽的一耳刮子扇过去。你皇后娘娘都要给奴婢3分薄面，对奴婢客客气气的，你这个草包竟然敢打我！你这个毒妇，你根本就不配当离王殿下的王妃。我定会回去劝说皇后娘娘将你休了，让离王另娶。你就等着被离王休妻，一辈子嫁不出去，被人耻笑吧。哼，高嬷嬷是吧？你还知道自己只是个狗奴才啊？一个卑贱的狗奴才，在王妃面前没大没小，颐指气使，好大一张狗脸！你要不说你是奴才，我还以为你是我的婆婆皇后娘娘呢。真是恶狗跟在主子后面咬人，挺会狗仗人势的。皇后娘娘宽容大度，温柔善良，而你这个代表皇后娘娘颜面的狗奴才，竟敢在本王妃面前作威作福。你是想骑在皇后娘娘头顶拉屎呢，还是想败坏皇后娘娘的名声？昨晚你故意将太子成亲之事告诉我，且千方百计游说我刺杀离王殿下，我刺杀失败，又游说我为太子自杀殉情。你可真是个阴险恶毒的老巫婆呀！你想恶人先告状？行啊，我也正想让皇后娘娘知道你的恶行呢。你说，若是皇后娘娘知道你的恶行，会如何惩罚你呢？砍头、剁掉4肢，还是赏你一杯鸩酒，亦或是一条白绫？我真的蛮期待的。王妃饶命，是奴婢不懂规矩僭越了。奴婢昨天晚上只是怜悯王妃，并无恶意的呀，并无恶意。凤扶摇厌恶地瞅着他冷嗤，也不喊他起身，看着春香递上前来的大红大紫的衣裳，蹙眉。花里胡哨的，你这是想让我变成鸡毛掸子吗？王妃，您以前不是特喜欢大红大紫的衣裳吗？夫人说您穿这些衣裳漂亮，您便天天穿这些衣裳。二小姐说您化大浓妆漂亮，您便天天化大浓妆。有一天晚上，您在院子里撞着老爷，差点将老爷吓出病来，他把您当成了吊死鬼。王妃，您其实长得极好看，比二小姐还好看。以后啊，别再穿这些花里胡哨的衣裳，化吓人的大浓妆了。
去找一套素雅一点的衣裳来，将这些花里胡哨的衣裳都扔了。是，王妃，这3套宫廷礼服乃是皇宫内务府送来的，一套浅蓝色，一套粉色，一套鹅黄色。您看，要不要从这里面选一套？凤扶摇看了看，指着浅蓝色展颜一笑：“这套不错，就这套了，帮我换上。”王妃，您不化浓妆，不穿花哨衣服，美得像仙女似的，比二小姐好看多了。您以前听夫人建议，穿着打扮实在怪异，这京城第一美人的称号应该是您才对。王妃，请问原帕在何处啊？奴婢待会儿进宫要呈给皇后娘娘过目的。哼，听闻这个草包在婚前是个见到美男就流口水的花痴，更是对太子殿下死缠烂打，让皇后娘娘大为恼火，生怕他败坏太子的名声，这才说服皇上将他指婚给离王殿下，让他成为打击离王的一颗烂棋子。就这种花痴草包，婚前定是个失去贞洁的，那张原帕定是洁白如初的。若是皇后娘娘看见原帕未落红，定然会勃然大怒，强迫离王休妻的。呵呵，这离王妃的下场可就惨喽。原帕？什么原帕？春燕和春香却是一脸懵的摇了摇头。高嬷嬷忍着激动的心情，在喜床上四处翻找，突然发现床尾的锦被下压着一抹白色。王妃，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。奴婢相信王妃定是洁身自好之人，这帕子嘛，肯定是染了红的。说着，当着凤扶摇的面慢慢展开白色帕子，流了这么多血啊！啊？难道狗奸臣为遮人耳目，所以自己咬伤自己，让原帕染上血迹？这家伙为了维护男人的尊严，可谓用心良苦啊。不过高嬷嬷为人太过下作，与皇后狼狈为奸，害得原主险些惨死，绝不能轻易放过她。高嬷嬷，你为了一张原帕激动得差点脑溢血，真是尽心尽职。不过我劝你一句话，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，心思太过恶毒是不会有好下场的，小心亏心事做多了，不得好死。春燕、春香，领我去膳厅，用完早膳进宫奉茶。昨夜没有怎么睡好，我们早去早回，去完赶紧回来补觉。是，王妃。王妃起床时被高嬷嬷正式顶撞，王妃扇了高嬷嬷一耳光，高嬷嬷摔倒在地，半张脸肿胀吐血，老惨了。后来高嬷嬷在床上寻找那个……快讲！高嬷嬷在床上寻找原帕，还说什么不染红会有严重后果，不是被休妻，便是沦为贱妾，或被烧死，或被打死，或进猪笼。后来高嬷嬷找到了染红的原帕。王爷，您真的昨晚和王妃圆房了？说完一把捂住自己的嘴，恨不得抽自己两耳刮子。王爷和王妃圆不圆房，是他这个侍卫能问的吗？可是王妃那么丑，王爷怎么下得去嘴呀？王爷，您知道王妃为何打高嬷嬷吗？不是因为高嬷嬷顶撞她吗？王妃说高嬷嬷昨晚故意将太子成亲之事告诉她，还游说她对您下手。后来王妃刺杀失败，又游说王妃上吊自杀，为太子殉情。王爷，要不是您及时赶过去啊，王妃怕是早已香消玉殒。这个高嬷嬷心思歹毒，真不是个东西，确实该打。若不是那人撑腰，高嬷嬷一个卑贱的奴才，又岂敢做出此等阴损之事来？本王不明白的是，世方传言本王并非是他亲生，可是本王一向把她当成亲生母亲来看待，事事顺从。本王被太子毁了容貌，与那个位置再也无缘了。难道他对本王绝情至此，为了太子顺利登基，非要除之而后快吗？这样的母子情，不要也罢。膳厅之中一时沉默下来，时间一点点的过去，这凤扶摇还未现身。再不出来，便不用进宫奉茶了。一个丑八怪需要这么长时间打扮吗？癞蛤蟆穿花衣，不还是癞蛤蟆？正在这时，一个美丽绝伦的少女踏着晨曦从门外缓缓走进来。神仙姐姐，她是谁？蠢女人还真是鸡贼呢！昨夜竟敢化大浓妆来骗我，是担心我禽兽不如，霸王硬上弓吗？
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虽说我并非什么正人君子。王爷早上好啊，你今日好帅啊！用过早膳了吗？不会在等我吧？你也太客气了。你再不来，本王还以为你睡死了呢。哇，好丰盛的早膳啊，都是我爱吃的。谢谢王爷。王爷，你怎么不吃呢？吃完赶紧上路啊！上什么路啊？去哪呀？啊，下黄泉是吗？要去你自个儿去啊，本王才不去。王爷，您误会了，我说的是出发去皇宫。哼，一个大男人那么斤斤计较干什么？小气巴拉的，这么小气，小心你的功夫不爱你了。我愿意陪你进宫奉茶，那是给你面子好吗？别给脸不要脸的。我这个王妃不过是你用来遮人耳目的挡箭牌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否则原主又丑陋又草包，你怎么可能娶她？又怎么可能故意咬伤自己的手，在原帕上抹上血迹，给自己撑面子啊？长得人模狗样，可惜是个断袖，真是浪费美男。也不知今日穿红裤衩了没？蠢女人，开口闭口就是什么断袖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本王是断袖了？为何总是跟红裤衩过不去啊？本王今日没穿红裤衩好吧？本王的手明明是你给咬伤的，竟然还装傻充愣，假装不知道，真想把这女人的脑袋给拧下来，看看里边到底装了些什么龌龊玩意儿。用过早膳，凤扶摇和沈君慈乘坐马车赶往大龙国皇宫。昨晚你和离王大婚，建德帝嗑完丹药，跑到百花楼去和美貌舞姬缠绵了一夜。哇，没想到用力过猛，今早回到皇宫，昏厥了半个时辰。啊！昨晚建德帝流连花丛，姬皇后也没闲着，和他哥姬代幽会了一夜呢。老天爷呀，建德帝这么大年纪了还跑去逛青楼，也不怕闪了腰啊！哎，姬皇后真和他哥姬代乱伦啊？扎太子怕不是建德帝的儿子，而是姬皇后和他哥的儿子吧？哎呀，建德帝这顶绿帽子可够沉的，难怪史料记载姬代喜欢亲妹妹。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史料怎么会记录这种无聊的事情来？这么快就到了？离王府离皇宫这么近啊？在同一条街上。王爷、王妃，皇宫到了。沈君慈提着衣摆，迈开大长腿，踩着脚踏，率先下了马车。脖子以下全是腿，真让人羡慕。马车这么高，我这小短腿怎么下得去呢？没有对比，就没有伤害啊。沈君慈瞅了瞅他，傲娇的向他伸出修长的手，凤扶摇大大方方的扶着他下了马车。这手长得可真好看啊，可以媲美钢琴家的手。如果不是断袖，就更完美了。一把甩开凤扶摇的手，转身便朝前走去。不愿意扶就别扶，至于吗？德行，长得人模狗样，脾气如此暴躁。哼，姑奶奶今天心情好，懒得和你计较。哎呀，扎太子真豪横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似的，连马车都镶着金边儿。我勒个去，这昨晚洞房是有多猛啊！嘴被啃秃噜皮，连走路都不利索了。扎太子也太不懂怜香惜玉了吧？这草包不化妆的样子，没想到如此赏心悦目。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昨夜竟然自杀失败。不过本宫有的是办法对付你这个花痴草包。宿主，扎太子新鲜出炉的瓜是不是？扎太子的热瓜？什么瓜？快说！嘿嘿，扎太子有隐疾，基本上不能人道。什么？扎太子看着如此威猛，竟然不能人道啊？那昨晚新婚夜，他岂不是小寡妇看花轿，干着急啊？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呀！太子也不是不能人道，只是不能持久，前后大概有3秒吧。这家伙只有可怜的3秒，这不是空心萝卜绣花袍，中看不中用吗？瞧瞧那壮硕的身材，那发达的胸肌，连女人都自愧不如。原主眼瞎吧？如何看上这种货色的？难道被他雄伟的胸大肌给迷惑了？这绣花枕头该不会是虐待狂吧？瞧把凤扶雪给折磨的，满身是伤，连路都不会走了。沈君逸的身体有着隐疾之事，十分的隐秘，知道此事的人并不多。这等隐秘之事，这个女人是如何知道的？难道太子告诉过她？不，绝对不可能。这种事情代表着男人的尊严，沈君逸是不可能告诉她的。那么，就只有一个解释了。如今的凤扶摇能够知道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。太子和太子妃亲密的携手走了过来，大肆秀着恩爱。秀恩爱死得快，绣花枕头真变态，他差点把你脖子啃断，你还在这里秀得欢？只有可怜的3秒，有什么值得炫耀的？你们母女欺骗原主，机关算尽，你终于如愿以偿嫁给太子，成为太子妃。希望你能一直这么炫耀下去，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哦。
臣弟参见太子殿下，参见太子妃。参见太子殿下、太子妃，祝你们新婚快乐。起身吧，随本宫一起进去拜见父皇母后。走这么快，跟要赶去投胎似的。狗奸臣知不知道，恶毒的姬皇后并非他的亲娘啊！沈君慈脚步一顿，如遭雷击般呆住了。王爷，你为何不走了？我们还要走多久啊？我昨晚没有睡好，困得走不动，怎么办啊？别急，待会儿便会有软轿抬我们去凤福宫的。太好啦！我不太懂皇宫礼仪，待会儿你提醒我，免得我冒犯帝后惹他们不快，被咔嚓了。好，原来我果真不是姬皇后亲生的孩子。世风中关于我是野孩子的流言都是真的，难怪小舅舅每次见到我都骂我是个野种，难怪姬家对沈君逸百般的宠爱，而对我态度冷漠，百般的嫌弃。我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？她在哪儿？她过得怎么样？她是否还活着？沈君慈现在迫切想知道真相，可凤扶摇现在的注意力放在去见皇帝皇后上面了。就算沈君慈想知道真相，也只能耐心等待时机。儿臣拜见父皇母后，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母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随即上来一位美貌宫婢，领着高嬷嬷和另外一位嬷嬷，将各自染血的圆帕展开给姬皇后过目。姬皇后只瞅了一眼，两位嬷嬷便拿着圆帕退下。父皇请用茶，祝父皇福泽绵长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好孩子，此后夫妻恩爱，相互扶持，互敬互爱，白头偕老。儿臣谨遵父皇教导，定当谨言慎行，克己克礼，以身作则，为天下表率。建德帝老怀大畏，威严的目光扫过太子意气风发的脸庞，继而又看向低垂琴手的凤福雪，眼底闪过一抹惊艳之色。她的容貌竟与她年轻时喜欢过的女子有5分相像，只可惜那女子最后嫁给了别人。母后请用茶，祝母后福泰安康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好好好，我儿，本宫终于盼着你长大成人了。此后你们夫妻定要和和睦睦，互敬互爱，互相扶持，白头偕老，儿孙满堂。是，儿臣谨遵母后教导。哼，你儿子只能坚持3秒，你说能不能儿孙满堂？离王有你亲手养大，视你为亲生母亲，你却对他百般嫌憎，万般算计。为了不让他继承皇位，撺掇沈君逸怀上他的脸，果然皇封伪上真，最毒妇人心呢。沈君慈听着凤扶摇的心声，快告诉他他亲生母亲之事啊！然而凤扶摇却停止了吐槽，轮到他们2人行奉茶礼了。他们先向老皇帝奉茶，老皇帝例行教导了一番，眼底全无之前看向太子夫妇时的欢喜和慈爱。随后向皇后奉茶，姬皇后在接凤扶摇的金杯时又开始作妖了，茶杯哐当一声跌落在地。果然是个上不得台面的狗东西，竟连奉茶礼都不会。听完你昨夜居心叵测刺杀离王，凤扶摇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老妖婆故意不接茶杯，让茶杯跌落在地，果然是个毒妇。这是在责怪我昨夜没将离王给杀死吗？哼，到了我飙演技的时候了，看看谁更厉害。王妃昨夜并未刺杀儿臣，母后是从何处听来的消息？母妃当着儿臣的面辱骂儿臣的王妃上不得台面，这是在指责父皇为儿臣指婚的王妃不够好，是这意思吗？这个狗杂种竟然当着皇帝的面跟他顶嘴。母后，臣妾刚才为您奉茶，您为何故意不接呢？您是看不起臣妾，还是看不起离王呢？可是明明离王也是您的儿子啊！昨夜高嬷嬷受您嘱咐，极力说服臣妾刺杀离王，臣妾不忍下手，他又让臣妾上吊自杀，为太子殉情。臣妾愚昧无知，听信恶奴谗言，幸亏离王及时赶到救下臣妾，否则臣妾今日怕是连进宫奉茶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母后，离王也是您的儿子，您为何要千方百计害死他呢？你这个大逆不道的草包，休要血口喷人！离王乃是本宫的孩子，本宫岂会加害于他？高嬷嬷何在？你昨晚在离王府是如何教导离王妃礼仪的？为何他今日进宫行奉茶礼，连丝毫规矩都不懂，还对本宫胡言乱语？回娘娘，奴婢受您和太子殿下的指示，前去离王府教导离王妃的礼仪。您和太子殿下还让奴婢教唆离王妃杀了离王，免得他抢夺太子殿下的皇位。您又教唆奴婢，若是离王妃刺杀失败了，便劝她上吊自杀，灭她的口。奴婢办事不力，还请娘娘和太子殿下责罚。
完了，我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呀？哎呦，我这不是厕所里面点灯笼找死吗？哼，高嬷嬷啊高嬷嬷，让你和老巫婆狼狈为奸，残害我和离王，我早晨趁你不注意给你下了真心话大冒险。这种毒粉沾上身之后，皮肤会奇痒无比，只有说出真话，瘙痒才能停止。让我看看老巫婆怎么下得来台。这个傻姑娘看着傻乎乎的，却大智若愚，不错，很不错。皇后、太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能否给朕解释一下？朕就剩下这2个儿子，难道你们还要自相残杀吗？打算斗死后，让这大龙国江山后继无人？皇上，高嬷嬷前段时间得了失心疯，总爱胡言乱语，你怎么能相信这个疯子的话呢？离王和太子都是臣妾的孩子，臣妾向来对他们一视同仁，就连大婚也是同日举行，娶的也是亲姐妹，臣妾从未厚此薄彼过。来人啊，高嬷嬷得了失心疯，差点害死离王妃，将她拖下去，乱棍打死。霎时间迅速将高嬷嬷拖了下去，外面传来高嬷嬷杀猪般的嚎叫和乱棍之下的响声。皇上，高嬷嬷乃臣妾奴婢，臣妾管教无方，差点铸成大错，还请皇上责罚。皇后啊，你身份尊贵，母仪天下，应宽仁敦厚，温恭淑慎，切不可恃宠而骄。朕而今只剩下这2个儿子，你更应让他们兄弟和睦，互相扶持，助我大龙国繁荣昌盛。朕今日便不罚你了，你好好自省，好自为之。是，臣妾记住了。建德帝拉着老脸起身拂袖而去。母后好好休息，儿臣告退了。说完，不等七皇后反应，牵起凤扶摇的手便退了出去。高嬷嬷这个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的废物，这点事都办不好，真是气死本宫了。母后喝点茶水消消气，不必和那草包计较，免得气坏身子。哼，还是雪儿懂事，不像那个草包，这一张嘴能气死人。没娘的孩子缺少管教，果然上不得台面。本宫被他气得头疼。哼，本宫好心的将她嫁给离王，他不但不知感恩，还妄图陷害本宫，真是岂有此理。他一个草包，说话不经过大脑，母后何必放在心上？您做主将她嫁给离王，对她恩重如山。这种不懂感恩之人，母后以后不必理会。她要死要活，随她去吧。母后，姐姐刚刚嫁给离王，2人新婚燕尔，看上去倒是幸福。母后好心为他着想，他却丝毫不领情，确实令人生气。母后干脆眼不见心不烦，不必理会。难道他不明白，母后若要对付他，捏死他像捏死一只蚂蚁那般简单？本宫咽不下这口气，一定要好好收拾这个小贱蹄子。凤扶摇不是和离王新婚燕尔，过得很幸福吗？本宫偏偏不让他们如愿。本宫想个什么法子才好呢？皇上，今日乃太子殿下和离王殿下庆封查理的大喜之日，您好不容易盼着他们长大成人成亲，可千万不能生气。奴才相信不久后皇上便能抱上小皇孙，我大龙国必定福寿绵长，千秋万代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皇上是越来越精神了，紫微星愈发明亮，大有重新勃发之势。3年后将达到旗帜，看来大龙国有蓬勃发展之势，陛下即将建立伟业，名留千古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，我大龙国必定千秋万代，经久不衰。岂不是说3年后我大龙国便会飞黄腾达，成为诸多国家中的翘楚？幸甚幸甚，我大龙国一直被叶国欺压，朕隐忍多年，终于能出一口恶气了。长安城中最有名的拍卖行万象楼某个豪华的房间内，启禀主人，昨晚大龙国太子和离王同日大婚，太子沈君义迎娶的乃是凤丞相府有名的美人凤福雪，而离王迎娶的乃是凤丞相府有名的花痴草包凤扶摇。太子府宾客满堂，热闹非凡，而离王府却门可罗雀，冷冷清清。据可靠消息，草包凤扶摇昨晚刺杀离王未果，畏罪上吊自杀未遂。今日一早，太子太子妃、离王妃一起进宫为帝后行奉茶礼。姬皇后故意不接茶杯，当着狗皇帝的面辱骂草包凤扶摇，可热闹了。
凤扶摇这个花痴草包啊，哭着喊着嫁给太子，却最终嫁给离王，自然会寻死觅活。女人呐，都是肤浅之人，哪个女子愿意嫁给一个毁容的男人？不过呢，这个毁容的离王可比太子强太多了。大龙国真正令本王忌惮之人，也只有离王还拿得出手，其他嘛，不是贪官污吏，便是目光短浅的宵小之辈。本王还记得当年离王被狗皇帝扔到叶国当人质的悲惨情形呢。哎呀，当年此人装出一副懦弱无能之样，没想到啊，如今却成了本王的心头大患。还好他娶了个没脑子的草包，若是娶个厉害的，岂不愈发如鱼得水？没准啊，能将这摇摇欲坠的大龙国变成他的囊中之物呢。凤丞相府的2位公子掌管着边境兵权，而凤丞相府不可能一碗水端平，定会千方百计扶持小女儿家的太子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便能轻轻松松挑起离王和太子之间的矛盾。而凤丞相府的姬夫人有姬国公府撑腰，又向来不惜以孤花夫人生的孩子，所以离王和太子之间必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战。只是不知最后灭掉凤府2位公子的是离王呢，还是姬夫人？木堂，继续关注离王府和太子府动向，适当的时候为他们添上一把火。大龙国必须灭亡，成为本王的踏脚石，否则的话，本王坐不上叶国那个位置。是，主人。2人在姬皇后和太子的嫌恶目光中，黏黏糊糊地退出了凤福宫。刚走出凤福宫的殿门，沈君慈便甩开凤扶摇的手。嘿，狗男人，用完就扔，提起裤子不认人，真是龌龊小人！亏得我刚才同情你非姬皇后所生，小时候被姬皇后虐待，配合你秀恩爱。你这种冷酷无情的狗男人，千万不能对你动情，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下次我再同情你，我就是王八蛋！真是气死我了！为何给我分配一个这么个玩意儿攻略呀？喂，我何时用完就扔提起裤子不认人了？我只是不习惯与陌生女人靠得太近好吗？我算是明白了，他心里装着司空小宝，肯定不习惯与女人靠得太近，定是担心传出去之后被司空小宝吃醋。这司空小宝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为何我记忆中对这个人没有一点印象呢？得，这死女人又在给我泼脏水了，又与司空小宝扯上关系，那个是我的好兄弟，懂不懂？很快到了宫殿门口，凤扶摇自动离沈君慈半米远的距离。沈君慈大马金刀的坐着，垂着眼眸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表面上生人勿近，内心激动的一批，暗暗的偷听凤扶摇的心声。他迫切的想知道他的生母到底是谁，是否还活着，人究竟在何处。狗男人不近女色，攻略他比登天还难，不知何时是个头啊！以后我总不能天天待在后院里守着1日3餐吧，否则出去逛逛街、购购物、吃美食、旅游，还得像乞丐似的伸手向他要银子，那也太丢脸了。唉，在现代生活习惯了，首先考虑的便是衣食住行和生计问题。3年后和他和离，得提前做好准备。这狗男人一看就是个穷鬼，我得想个赚钱的法子才行。记得原主出嫁时，凤丞相府为他准备了全套家具，陪嫁2000两银子，京城一间地段很差的铺子。可以拿来当本钱做点生意。原主一个不受宠的嫡女，嫁妆都如此丰厚，可想而知，凤福雪嫁给太子，嫁妆会多么惊人啊！蠢女人刚刚跟我成亲，便想着跟我和离，还计划到3年后。奇怪了，为什么会是3年后啊？还骂我是穷鬼，还想着法子去赚钱。虽然你嫁给本王并非是你的所愿，但是你乃是皇上金口玉言指婚与本王拜堂成亲的王妃，所以你必须慢慢的学会管理王府。待你熟悉之后，才能够接手管理王府的上下事务。本王白日要去宫中上朝，处理朝中之事，无暇管理府中的事务。如今离王府有一个管家来福，管理王府的外部事务，有个张嬷嬷负责管理王府中馈诸事。等我们回府以后，我会让管家与张嬷嬷带领下人过来见你。哟，这是打算将王府大权交给我管理吗？王爷，请问我接管王府后有收入吗？1个月大概多少银子啊？你有封地、庄子、商铺、矿产之类的吗？你1年大概多少收入啊？我已是你王妃，以后你的收入是否都交给我来管理啊？正所谓男主外女主内，我帮王爷管理王府也是应该的。
你乃是本王的王妃，自然是有利银的，1年大概500两银子。本王的俸禄是1年1万两银子，除此之外，还有封地、商铺、庄子的收入，大概还有7、8万两银子。凡是离王府明面上的收入，都会进王府账目。你乃是离王府的王妃，自然是有王府银子的支配权。不过，王府的每一笔花销，你都需要记账。天哪！我竟然一不小心抱了一条金大腿啊！我记得原主在凤丞相府时，月例只有3两银子，丫鬟的月例是2000银子。原主的丞相爹1年俸禄也只有1000多两银子。丞相府要不是有商铺、庄子等收入，那么多人得去喝西北风了。没想到一个不受宠的王爷，收入竟然这么高，我得紧紧抱紧这条金大腿。难怪那些世家贵族的女人们恨不得挤破脑袋嫁给皇族，嫁给他们便能实现阶层跨越、财富自由。这种好事，谁不想拥有呢？这女人见钱眼开的样子真可怕。哼，眼里只有那点银子，活脱脱的一个守财奴。片刻之后，马车在离王府大门口停了下来。宿主，有根搅屎棍来找你麻烦了。不会是司空小宝来抢寿夫了吧？我去，你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这根搅屎棍可是一根难缠的玩意儿。王府来了根搅屎棍，司空小宝来抢寿夫，这蠢女人脑子是不是有坑啊？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沈君慈冷着脸，迈开大长腿，率先下了马车。这一次他很生气，根本不想扶凤扶摇下车。几个丫鬟离这边还有段距离，几个狗腿子侍卫跟着主子，狗眼看人低，对他不屑一顾。狗腿子，等着瞧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们对我服服帖帖的。撕拉一声，裙摆挂在马车门边的扶手上，撕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。狗男人，走这么快要去投胎吗？提起裤子翻脸不认人，真是卑鄙小人！就这么着急去见你家公夫？是啊，昨晚要成亲，今日要奉茶。昨夜为了给皇帝皇后交代，不得不委曲求全，假装和我圆房。今日还得假装和我恩爱的死去活来的样子。呸！真是个虚伪的男人。2日不见呢，一定想你家公夫想得抓心挠肺的吧？他根本就没脱过裤槽吗？他觉得迟早有一天，他会被这个蠢女人给活活气死。王爷这是怎么了？为何跟个受了气的小媳妇似的？哎呀，男人娶个不爱的女人，天天看着闹心，又发不完的火。要是娶个喜欢的，何至于这样？哎呀，王爷心里苦啊。王爷，您在等我吗？您真是太体贴了。其实您不用等我的，我自己进去就好。你再不进去，你家公夫可要等急了。看看你那脸色，跟猪肝似的，还是煮熟的。哼。哎，这司空小宝到底长什么样啊？哎呀，好想看你和奸夫秀恩爱的大戏呀！凤扶摇，你过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啊，搅屎棍不是司空小宝那个男人吗？为何是个5颜6色的鸡毛掸子啊？长公主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哎呀，这个大姑子果然是一根恶毒的搅屎棍啊！沈君慈5岁时便将他五花大绑藏起来，害得他险些惨死。这具身体的原主上吊身亡之后，沈君慈一直为娶王妃不纳姬妾。这搅屎棍特意塞了几个女人到离王府，监视离王的行动。后来为了帮助沈君义坐上皇位，对沈君慈是各种诋毁、污蔑、陷害啊！狗奸臣之所以名声败坏、遗臭万年，和这根搅屎棍推波助澜脱不了关系。皇姐不好好待在你的公主府，跑来这里做什么妖啊？沈君慈，你是怎么和皇姐说话的？真是不懂礼数。皇姐今日过来，乃听说这个贱人竟在昨晚大婚夜自杀你，自杀未遂还闹着上吊，我们大龙国皇室的脸都被她丢光了。君慈，这个女人不配做你王妃，只适合做贱妾。我要你将她贬为贱妾，再娶一个适合你的女人。凤扶摇嫁给本王，乃是父皇金口玉言指婚，本王娶她3媒6聘，名为正娶。她乃是本王名正言顺的王妃。皇姐这一开口，便让我将她给贬成贱妾，哼，真是癞蛤蟆打哈欠，好大的口气呀！皇姐莫非是觉得你的话语比父皇的话还要管用？皇姐这是想谋权篡位当女皇了是吗？怕不是脑子烧糊涂了吧？皇姐，你若是脑子不清醒，那便去洗洗脸吧，免得会说出一些不该说出的话来。沈君慈，你别不识好歹！我一心为你着想，你竟好心当成驴肝肺，污蔑我谋权篡位。你果真和小时候一样，是条咬人不叫的野狗。你知不知道，凤扶摇昨夜刺杀你，外面传得沸沸扬扬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有人说这个草包是只破鞋，大婚前便已给你戴了无数顶绿帽子。还有人说你不是男人，竟对刺杀你的女人百般纵容。沈君慈，你脑子清醒一点吧，这个草包根本不配当你王妃，你值得更好的。哎呀，这搅屎棍果然是搅屎棍啊，还真拿自己当根葱了。哼，姑奶奶常在江湖走，至今没对手，怕你？哎呀，我的傻王爷呀，
这根搅屎棍哪是为你好啊？他不过是想让你娶个奸细监视你。你也蛮可怜的，从小被抱回皇宫，没人疼没人爱，挨打饿肚子乃家常便饭，还经常被姬皇后和恶毒姐弟虐待，连走高踩低的宫婢太监也敢欺负你。你能活下来还真是奇迹。以前我不管，可以后我会保护你。没想到他活了18年，最了解他之人竟然是来自1000年后的孤魂野鬼啊！皇姐觉得我更适合哪个女人呢？沈君贤见沈君慈语气松动，不禁大喜，拍了拍手，从屋内袅袅婷婷地走出来一个少女。玉柔见过表哥，表哥福他安康，吉祥顺意。咦，哪里来的蛤蟆精啊？怎么跟得了饥渴症似的？真是癞蛤蟆找青蛙，长得丑玩得滑。宗主，她是姬皇后兄长姬代的女儿，今年15岁。这女人可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柔弱，她不是一个善茬，嫉妒性超级重。因为秦毅比不过庶妹，曾设计将庶妹推下水淹死呢。因为沈君慈曾和那个庶妹说过话，并一心想嫁给他，成为他的王妃。奈何沈君慈压根看不上他，因为他厌恶所有姬家人。姬代曾经威胁沈君慈，如果敢勾引他女儿，就让他吃不了兜着回去。嘿，您猜怎么着？搞笑的是，上个月姬玉柔竟然相思成疾，得了桃花癫，每日夜晚都幻想沈君慈前去和他幽会呢。此事将他爹姬代气得吐血，成了长安城一大笑话。昨日沈君慈和你大欢，姬玉柔大哭大闹，抗议绝食，没想到今日竟和搅屎棍上上门来，还不知道会如何针对你呢。宋卓，你呀，自求多福吧。这蛤蟆精想吃天鹅肉，还是82年的龙井老绿茶。就因为嫉妒庶妹秦毅比他好，便将庶妹推进水中淹死，难怪一副刻薄相。还好狗奸臣没有爱上这种女人，否则不得死得比武大郎还要惨啊！大郎喝药，然后嘎了。蛤蟆精还真有点形象。君慈，要说与你相配之人，非玉柔莫属。玉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知书达理，人美心善，容貌在长安城那也是数1数2的美人了，哪里像某些草包粗鄙不堪，上不得台面。玉柔听闻你昨日大婚，为了你茶饭不思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她说只要你能将凤扶摇贬为贱妾，便说服我大舅让她嫁给你当你的王妃。要我说呀，玉柔可比那个花痴大草包强多了。妈的，睁眼说瞎话！你是拉皮条的老鸨吗？表哥，若是柔儿嫁给你，一定舍不得刺杀你、伤害你的。柔儿定会珍爱表哥，与表哥举案齐眉，对你一心一意。凤扶摇，你真的太狠心了，怎能如此对待表哥呢？他可是与你相守一生的夫君呢。你的心是蛇蝎做的吗？你根本就不配成为表哥的王妃，也只有我才能配得上他。哎呀，蝙蝠身上插鸡毛，你当自己是只什么鸟呢？你家里没镜子，难道不会撒泡尿照照，看看自己什么德行啊？一个未出阁的女人，竟恬不知耻跑到离王府来卖力推销自己，你是有多贱啊？我和夫君呢，床头打架床尾和，需要你这朵老绿茶来指手画脚？我看你们是吃多了盐水泡黄豆，闲出屁来了吧？哼，这个蠢女人，牙尖嘴利，出口成脏，关键时刻不忘她是我的王妃呀！我都要看看她打算如何应付这2个难缠的女人，她到底有没有资格做这离王府的女主人？小贱人，竟敢对本公主不敬！本宫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就连父皇也未曾如此待我，你算老几？今日本宫不打得你满地找牙，你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玩意儿了是吧？想干架来啊！瞥见凤扶摇手心的一撮粉末，眼神缩了缩。难道那个毒粉便是让高嬷嬷说出真话的东西？这个女人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了，有点意思。哎呀，凤扶摇，你怎能如此对待长公主殿下？你不要太过分了，你心思如此歹毒，皇后娘娘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打都打了，还顾忌那么多，那就连你一起吧。哎呀！随着2声尖叫，沈君贤和姬玉柔摔了个4仰8叉，丫鬟们吓得赶紧上前，手忙脚乱地将他们俩扶起来。凤扶摇，你个贱人，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殴打本宫！本宫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哪个不长眼的敢如此待我，就算你是离王妃也没资格。你们一起上，赶紧打死他，一切由本宫负责。凤扶摇，你就等着受死吧。君慈，你放心，打死这个草包，皇姐帮你找个更好的。4、5个身手敏捷的丫鬟跃众而出，他们向着凤扶摇包抄过来，撸着袖子便要动手。妈的狗男人，这几根搅屎棍可是因你而来，姑奶奶在前面当炮灰，你竟然在后面当缩头乌龟，你到底还是不是个男人啊？真是没用的孬种，不能因为你不喜欢我就不管你名义上老婆的死活吧？老娘好歹也帮你撑着门面呢，你不能袖手旁观啊！冷血的王八蛋，以后我再帮你，我就是猪！够了！啊！
吐了！王爷加油，你好帅啊！沈君贤，你私闯本王的王府，对本王王妃横加指责，对本王指手画脚，如市井的泼妇一般，打滚撒泼，蛮横无理，真是不知廉耻！大龙国皇家的颜面都被你给丢光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对本王指手画脚，干涉本王的婚事？难道你要爬在父皇的头上，作威作福，图谋不轨是吗？沈君慈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鬼话？我好心为你着想，你不领情也就罢了，竟还诋毁我！你可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狗杂种！哼，为本王着想，沈君贤啊，沈君贤，你到底算哪根葱啊？本王需要你为本王着想吗？你对本王除了百般算计，万般欺凌，又何时为本王着想过？沈君慈，你竟敢打我！你辱骂本王是狗杂种，乃是对父皇的不敬。本王只是代表父皇来教训你。行了，赶紧滚吧，别再让我看见你的脸，否则本王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。沈君贤咬了咬牙，气狠狠地带着姬玉柔灰溜溜地离去。公主殿下，发生了何事？为何如此生气？你还不是被沈君慈那个狗杂种给气的？本宫听闻凤扶摇那个草包竟在昨晚大婚夜刺杀他，本宫好心过去让他将草包贬为贱妾，帮他找个更好的女人当头王妃。没想到这狗杂种不但不领情，还和那草包一起殴打本宫，将本宫赶了出来。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，真是气死本宫了！凤扶摇嫁给离王，乃皇上金口玉言指婚。殿下身为长公主，若横加阻拦，怕是会惹皇上不快。臣认为此事殿下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的好。你竟然说本宫多管闲事！凤扶摇这个草包，新婚夜刺杀李王，闹得满城风雨，让大龙国皇室的脸都丢尽了，成为长安城最大的笑话。我怎么是多管闲事？柳宗贯，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你脑子才坏了，你全家脑子都坏了。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的蠢货。李王此人心机深沉，冷酷无情，岂是你这种蠢货能对付的？你想死，老子也不拦着你，早死早超生。公主想怎样就怎样吧，您高兴就好。臣还有事，先去忙了。柳宗贯，你先陪本宫去见母后，本宫一定要让凤扶摇那个贱人死。本宫堂堂金枝玉叶，这贱人竟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殴打本宫，羞辱本宫，真是气死本宫了，气死本宫了！臣见过父皇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！臣见过母后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岁。贤儿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可是谁打了你？告诉母后，自有母后帮你撑腰，母后都舍不得打你。这夫妻应该互相扶持，不该天天吵架，否则还如何过日子？你们已经成婚9年，早该生下一儿半女，何苦天天闹腾呢？是，谨遵娘娘教导。沈君贤此时无心回答七皇后的话，正忙着抓挠身上的瘙痒，仿佛千万只蚂蚁在身上爬似的。宗贯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呀！我不该背着你在外面买宅子、养小官、养面首。6年前，我买了2个绝色的小官，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。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，又买了许多面首养在外面。你不来公主府，我便去外宅与小官面首寻欢作乐。宗贯，只要你能像新婚时那般待我，我便依然对你一心一意。沈君贤终于说出心里话，整个人都舒坦了。然而柳宗贯这个被戴绿帽子的人却两眼一黑，差点晕死过去。这贱人做了不说，他还能当作不知道，可这贱人竟然当着帝后的面承认他荒淫无耻的行为。他一把推开沈君贤，气狠狠地拂袖而去。混账东西，你可知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混账话？你这个不知廉耻的狗东西，这是要活活气死朕啊！姬燕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啊！将祖宗的脸都丢尽了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沈家皇族的脸还往哪儿搁？往哪儿搁？即日起，撤去沈君贤长公主封号，不再享有长公主待遇。沈君贤吓得面色煞白，无力地瘫坐在地。姬皇后从极致震惊中回过神来，抬手对准沈君贤的脸，左右开弓，便是2耳光。孽障！本宫早就劝过你，性格不要太暴躁，行事不能太招摇。你哭着喊着非要嫁给驸马，却又对驸马非打即骂，还杀死他的青梅竹马。男人都要面子，哪个男人会喜欢你这种泼妇啊？驸马冷落你，你气不过，便偷偷出去找乐子。找乐子也就罢了，你手脚干净点，一个长公主，驸马岂敢来找你麻烦？可你这蠢货做了丑事，竟当着驸马的面将这些丑事说出来。你以为你对驸马忏悔，他便会原谅你吗？你为他戴了那么多绿帽子，杀死他的青梅竹马，他怎么可能原谅你，和你和好如初？你这个蠢货，本宫怎么会生出你这种没脑子的东西？你这是要活活气死本宫啊！母后，我也不知为何会说出那些话。刚才我身上痒的难受，说出那些话后才感觉舒服了一些。
现在怎么办？我的长公主封号没有了呀！今日发生之事，谁也不准往外传。若是让本宫知道此事被谁传出去，本宫定会将他剁了喂狗。记住了吗？是。长公主身体不适，高烧不退，胡言乱语，撤去长公主封号，已请太医医治。而姬玉柔呢，回到齐国公府，也犯了养入骨髓的瘙痒症。爹娘，当年我嫉妒庶妹姬玉婵情谊比我高超，于是我骗她到府内的观景湖边，趁机将她推下水淹死。后来我骗大家说是她自己不小心滑入水中淹死的。爹娘，是我对不起她，对不起大家，请大家原谅我吧。你可知你刚才说了什么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可怜的女儿，你死得好惨呐！老爷、老太爷，求你们为我主持公道啊！哎呦，老爷呀，这柔儿的桃花癫又犯了！哎呦，我这可怜的儿啊，你这桃花癫为何还没好啊？这病时不时的便发作一下，总是胡言乱语的，你说说，我苦命的儿啊，你若总是这样，你让娘以后可怎么活呀？快去传府医，快去传府医！玉柔又不好了，哎呦，我的儿啊！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呐！撵走长公主和极品绿茶之后，离王府终于清静了。王爷，你家疯狗可真多，记得下次别放进来了，免得误伤好人。还有，我今日为你又受气又挨骂，你是不是应该补偿补偿我？补偿？你想要什么补偿？哎，王爷你看啊，大姑姐威胁我，打骂我，我还帮你打架挡刀，蛤蟆精缠着你觊觎你美色，我也帮你背锅。我知道你有喜欢的人，所以我的作用就是一个背锅侠。你放心，我愿意和你做刑事夫妻，绝不干涉你和喜欢的人花前月下，我也一定会帮你保守秘密，我谁也不告诉。哎，看在我对你尽心尽力的份上，你不如补偿我500两银子。500两？你咋不去抢啊？你爹1年也才几两银子的俸禄，你这样随随便便为本王挡一下刀，便要500两银子。若是你1年为本王挡了20次刀，那便是1万两银子，相当于本王1年的俸禄了。你怕不是钻进钱窟窿里了吧？想钱想疯了。哎，我的王爷呀，您天皇贵胄，身娇肉贵，比我爹可金贵多了。我爹怎能和王爷您相提并论呢？对不？你急什么？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别说500两银子了，就连本王都是你的。小气鬼，不给就算了，何必找借口？下次别再指望我给你挡刀背锅了，自求多福吧。哼，狗奸臣，真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，亏得我刚才像老母鸡护小鸡崽似的帮助你，以后别再指望我为你背锅挡刀了，自求多福吧。我奶奶不伺候了。沈君子已经坐在饭桌旁等着他，挺拔的身姿，笔直如松，俊美帅气的容颜分外养眼。哎呀，这家伙虽然只是坐在那儿，却身板笔直，风华无双，配上那张帅得掉渣、魅惑人心的脸，确实迷死个人啊！难怪蛤蟆精为了他得了桃花癫，司空小宝为了他心甘情愿将自己掰弯了，真是红颜祸水，红颜祸水啊！什么？司空小宝为了我心甘情愿的把自己掰弯？听听，这是人说的话吗？这蠢女人，脑回路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还不坐下用膳，要让本王等你等到天荒地老是吗？哎，王爷，你先吃啊，让你等这么久多不好意思啊，下次别等了。你刚让人告诉我就过来了，你才等了多久啊？还天荒地老，怎么不说等到白发苍苍呢？这么精彩的剧情是不是还没有看过瘾？红果短剧边刷剧还能边领金币，甜宠言情重生复仇热门爆款全覆盖，更多短剧一口气追到大结局。狗奸臣这么大火气，难道急着去和司空小宝约会？也是，今日定是要去向司空小宝赔礼道歉，好好安抚安抚他的。赔礼道歉的话我都替你想好了。宝，人家娶她并非所愿，总有一天人家会嫁给你，与你双栖双飞的。宝，我想你了，想你的夜是最漫长的夜，你就原谅人家一次好吗？然后司空小宝转忧为喜，和你卿卿我我，爱得难解难分，疼你100遍呢，100遍。你们这对 CP 我磕定了。这女人实在太恶心了，这饭
他不想吃了。啪的一声，沈君慈将筷子拍在桌上。王爷，这还没吃呢，你怎么就不吃了？来，多吃一点，别饿着，饿了会得胃病的。就这么急着去见你的宝啊？急得连饭都吃不下了？还是吃了再去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儿。沈君慈死死瞪着风扶摇，那眼底的火苗差点窜出眼眶，恨不得将这个蠢女人烧成灰烬。风扶摇气鼓鼓地回到卧房，将陪嫁的2000两银子收到了空间放好。小姐，银子怎么不见了？嘘，别声张。娘留给我一个神奇的口袋，不但能装银子装宝贝，还能隐匿起来不让人看见。以后我的银子就都放进神奇口袋里，想用可以随时取出来，既安全又方便。你家小姐我是不是超厉害的？这口袋也太神奇了，奴婢一定好好帮小姐守着秘密，谁也不告诉。小姐，您今日得罪长公主，她会不会打击报复您？听说长公主睚眦必报，十分记仇，您今日打了她一顿，还不知她会如何报复您。春燕，你觉得如果我不反抗，她就不会对付我吗？长公主那种人，只要看谁不顺眼，便会想方设法欺负对方。她认为小姐是草包，配不上离王，便一定会想方设法让离王休了您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是不是还没有看过瘾？红果短剧，边刷剧还能边领金币，甜宠言情重生复仇热门爆款全覆盖，更多短剧一口气追到大结局。这不就是了？我反不反抗都一样，还不如先发制人再说。放心吧，他不会对我怎样的，就算有，我也不怕他。我毕竟是皇上金口玉言指婚给离王的，他明媒正娶的王妃。小姐，王爷请您去膳厅用午膳。王爷派来接小姐的是掌管王府后院的张嬷嬷。昨夜一夜没睡好，用完午膳我得好好补个觉。张嬷嬷约40来岁的年纪，一脸机敏能干的模样，此时就候在门外。奴婢张嬷嬷见过王妃，王妃福态安康。奴婢自王爷3岁时便一直尽心尽力照顾王爷，奴婢如今帮王爷掌管后院事宜，对这王府的内外事务都十分熟悉。王妃有事儿尽管吩咐奴婢。张嬷嬷劳苦功高，真乃王爷身边的得力帮手，以后王府后院之事还得仰仗张嬷嬷多多操劳。哟，这个草包没打算接管掌家大权吗？也是，就算想掌家也没那个能力。这些奴才在离王府管事管得久了，是不是以为自己便是这离王府的主人了？手脚干净吗？有没有中饱私囊？是不是姬皇后在离王府安插的眼线？他们若是老实本分也就罢了，如果品行不端中饱私囊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哎呀呀，这可是我穿越后的第一顿大餐呢，味道真不错。王府果然是王府，这个年代的食材纯天然无污染，鸡有鸡味，肉有肉味，哪像千年之后吃的都是科技与狠活，一不小心便吃出不治之症。这些饭菜真有这么好吃吗？我可是天天都吃，为何我从来未曾觉得它们有多好吃？抱歉啊，吃的有点饱，没控制住。以后若是有什么想吃的，便去告诉管家来福，让他来准备。另外，本王每日要去上朝，偶尔中午跟晚上会回来用膳，你饿了便先吃吧，不用等本王的。好嘞，王爷。奴才来福见过王妃，王妃若有什么想吃的，便告诉奴才，让奴才准备。多谢来福管家，我不会和你客气的。王爷，我昨晚没睡好，先去眯一会儿，赶紧去和你的宝约会吧，别让人家久等了。祝你们约会快乐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是不是还没有看过瘾？红果短剧，边刷剧还能边领金币，甜宠言情重生复仇热门爆款全覆盖，更多短剧一口气追到大结局。不过呢，年轻人要懂得节制哦。你跑这么快是要赶着去投胎吗？行了，先别急着走，本王带你去见一见王府的下人，免得以后认错人丢本王的脸。大踏步走上前，一把拽住风扶摇的手腕，跟拖一条死狗似的，迈开大步就往前走。王爷，你能不能走慢一点啊？你拽疼我了。狗男人，你跑得那么快，才是要赶去投胎吧？仗着自己腿长了不起吗？脸拉得比驴还长，我欠你银子了。明明是你欠我银子，好不好？小肚鸡肠的男人。王府的下人们收到消息，早已经等候在主殿前。王爷、王妃，所有人都已到齐。离王府的人真不少，得有100多人吧，开支肯定不小。难道苟奸臣今日打算让我接管王府的经济大权？7、8万两银子啊，发财了！哼，苟奸臣对我客气也就罢了，若对我不客气，我便干掉他，做个有钱寡妇，继承着万贯家财。等我有了这泼天的富贵，还愁没有男人吗？蠢女人竟然想干掉我，做个有钱寡妇，继承我的万贯家财，还想要用我的钱去找男人，哈，想的可真美呀！
这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。话说回来，他有那个本事把我的万贯家财拿走吗？本王已与王妃拜堂成亲，以后她便是这王府的女主人。王妃若是有合理要求，大家需听从她的安排。以后见到王妃，如同见到本王，大家记住没有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行了，就这样，大家该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，散了。说完，头也不回地向外面走去。我还以为狗男人会让我接管王府的经济大权呢，就这，连库房钥匙和账本都不交接给我，也太敷衍了吧！哼，我就知道，狗男人防我像防贼似的，实在太气人了。这么精彩的剧情是不是还没有看过瘾？红果短剧边刷剧还能边领金币，甜宠言情重生复仇热门爆款全覆盖，更多短剧一口气追到大结局。哼，本来想给你管的，可本王怕你谋杀亲夫，更怕你拿着本王赚的银子去外面养野男人。能不能够接管经济大权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若是你连这些下人都搞不定，那你也不配做这离王府的女主人。这就完事了？王妃不管家了？难道王爷不打算将王府的经济大权交给王妃？哎呀，咱们王爷英明神武，肯定不信任这个大草包。我就知道王爷还是更信任我，不信任他。哼，什么狗屁王妃，他就是个笑话。他的话以后不必放在心上，咱们啊，该干嘛干嘛。可不就是嘛，嬷嬷是谁啊？从小照顾王爷长大，和王爷的娘差不多。凤扶摇这个一无是处的大草包，怎么能和嬷嬷您相比呢？就算他拍马，也赶不上您1/1000呀。要我说，您才是这离王府名副其实的女主人。狗男人，谁稀罕你王府的经济大权？以后我再帮你背锅，我就是王八蛋。赶紧去找你的宝去吧。呸！书房中，乖徒儿啊，你说你昨日拜堂成亲，娶了王妃，娶的还是凤丞相府那个臭名昭著的大草包。我的个乖乖呀，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吗？我说的牛粪啊，是草包，不是你。我徒儿是那朵鲜花。哎呀，凤扶摇那个大草包啊，怎么配得上我这么优秀的徒儿？为师可是江湖上大名鼎鼎、令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宗师贺连缺呀！你娶大草包为王妃之事，若是传出去，为师这张老脸这往哪儿搁呀？沈剑阁那个老逼灯，一定是故意将草包指挥给你，羞辱你的。不行，我要去找那个老东西，让你和草包和离。为师也就1个多月不在，便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就不吱一声呢？为师若是早知道，一定会想办法阻止这场婚事的。这么精彩的剧情是不是还没有看过瘾？红果短剧边刷剧还能边领金币，甜宠言情重生复仇热门爆款全覆盖，更多短剧一口气追到大结局。不行，徒儿啊，你一定要将这坨牛粪给休了，这坨牛粪定会成为你将来成事的绊脚石的。死女人够让人操心的了，师傅又跑来折磨我，这1个2个的，怎么如此让人不舍心呢？真是心累啊！师傅，你先不要冲动，这女人我留着还有用呢。臭小子，听师傅的话啊！这种拖后腿的女人要不得呀！一个大草包，难不成你还留着她当枕头用啊？这世上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女人不多的是啊！休掉这个大草包，下一个更乖、更听话、更配你。师傅，我留着她真的有用。徒儿啊，我们苦心不居这么久，不能因为一坨牛粪而功亏一篑呀！再说，你体内的寒毒之症又快发作了，在寒毒症洁治好前，你千万要洁身自爱，万万不可破了童子之身，否则必定元气大伤，让你雪上加霜啊！师傅，他对徒儿真的有用。徒儿并非是个好色之人，也并非是贪图他的美色。徒儿之所以会留着他，是因为徒儿发现他并非是个草包。他不是草包？他怎么可能不是草包啊？那长安城盛传，他既是草包又是花痴，这事怎么解释？而且我还听说他在新婚之夜刺杀你未遂。徒儿啊，此女子心狠手辣，不是善茬，真的留不得呀！万一是姬皇后和太子派来的奸细，你死1万次都不够死的。师傅，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吧，您可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起。凤扶摇他不但不是草包，还拥有着某种预知的能力。他知道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他对徒儿将来成就大事非常有用处，所以徒儿必须要留着他。这牛粪竟有预知能力，像江湖神棍那种？那他能预知将来你能否坐上那个位置吗？师傅，这个我暂时还不知道。他的预知能力时有时无的，并不能够预知太过遥远的事情，所以我把他给留在身边，不是比天道阁还要有用吗？也许有一天他真能预知大龙国的未来，也不一定呢。
你这样一说，那你先留着那坨牛粪当枕头吧。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，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买二手新能源就上瓜子，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，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，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，错过就亏大了。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。不过她既是你王妃，也是我徒儿的娘子，为师还是不太放心，要去试探试探她，看她到底是真傻假傻还是装傻。若这坨牛粪对你藏有祸心，为师绝不饶。哼！师傅，您别太过分了，她毕竟是我名义上的王妃，她若是有个3长2短的话，传出去是不太好听的。乖徒儿，你放心，为师知道分寸的，一定不会将她给弄死的。嘿嘿嘿，我徒儿精彩绝艳，举世无双，可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我徒儿的。为师只想看看这坨牛粪心地坏不坏，是不是真的一无是处。为师悄悄告诉你啊，为师易容术又长进了，刚好拿那坨牛粪试一试。嘿嘿嘿嘿，师傅，您出去忙了这么久了，还是好好休息下吧，别再调皮捣蛋了。知道，我还是住在明月阁。臭小子，你若见我试探他，可不去帮他呀，否则我会生气的。说完，推开窗，嗖的一声飘出去，不见了。凤扶摇回到琉璃轩，躺进温暖的被窝，美美的睡了个午觉。春燕见他睡醒，伺候他起床洗漱。王爷呢？他在哪儿？王爷午膳后便一直没来琉璃轩，想必忙去了。小姐，王爷并未将王府大权交给你，咱们怎么办？库房钥匙还在张嬷嬷手中，我们以后岂不是要看别人脸色行事？掌管王府之事不必着急。春香，昨日是几月几日？小姐，您不记得了？昨日是正月15，是您和王爷大婚之日啊。这几日天气晴朗，似乎没有那么寒冷，春天快来了呢。春香，你去找来福管家，让他安排一个熟悉离王府的丫鬟给我，我想在离王府四处走走，熟悉离王府的环境。是。春香出去，很快带着丫鬟翠花回来。奴婢翠花见过王妃，请听王妃吩咐。翠花是吧？你带我四处走走，我想熟悉离王府的环境。是。离王府自然比你们凤丞相府好多了，今日便让你开开眼界。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，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买二手新能源就上瓜子，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，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，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，错过就亏大了。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。凤扶摇随着翠花在离王府到处逛了逛，服用深宫丹之后，精力充沛，健步如飞，一口气走了许多路，并不觉得疲惫。春燕和春香平时跟着他东奔西跑，也不觉得如何累。然而翠花可就惨了。哎呀，富贵人家的小姐，时不时躲在房间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更何况还是个新婚王妃。你倒好，前后左右跑了个遍，连马厩浴室都不放过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真让人瞧不起。哼！王妃还要再继续逛吗？后面是后花园了，现在刚到春天，草木凋零，没甚看头。自然一起看看，带路吧。翠花心里内搅一个气呀，却敢怒不敢言，只好忍着气带着他们来到后花园。凤扶摇提着裙摆，兴致勃勃地拾阶而上，刚刚走到亭子下面，便听到亭中传来对话声。师兄，听说你昨晚差点被草包给宰了，真的假的？哎，那个大草包怎么跟夜叉似的呀？你受伤没啊？哦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在长安城传的是沸沸扬扬的，我听说了此事，便急过来看你了，生怕你出事儿。还好你没事啊，否则我不得活活气死啊！哎，你手怎么了？哦，是那个大草包咬的对吧？这个大草包怎么如此过分呢？真是气死我了！无妨，你不用担心的，并无大碍。春闱快到了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这些日子不要到处乱跑，好好念书，准备考试，知道吗？我是谁呀？我可是玉树临风、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司空小宝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高中武状元，到时候我还要做你身边最得力的助手呢。我的个老天爷呀！我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？司空小宝，传说中的功夫来了，好激动啊！这俩人为何躲在这么僻静的地方幽会啊？这是怕被人撞见，奸情败露吗？这司空小宝到底长什么样子？好想见见他呀！可是我贸然出现，会不会被狗奸臣当成捉奸的给嘎掉灭口啊？这蠢女人不是在午睡的吗？她何时鬼鬼祟祟跑到这里来了？还说什么我与司空小宝在这里约会？是担心奸情败露？这蠢女人真是阴魂不散了，太阴魂不散了！噌的一下拔出腰间宝剑，随手一扬，凤扶摇正鬼鬼祟祟的，突然瞥见一道雪白的剑光呼啸着擦着他的脑袋飙射过去。哎，慈兄，怎么了？难道有刺客呀？啊？哎，不可能啊！这儿不是离王府吗？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在离王府撒野啊？啊！不要命了！抓住了，定要用天道阁18般酷刑，让他老实交代。
什么人？还不滚出来，否则别怪本王不客气了。哎呀，王爷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真巧。哎，这位公子是谁啊？看上去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真乃人中龙凤也。在下凤扶摇，幸会。我操！这位油头粉面的铁憨憨，便是狗奸臣的功夫司空小宝，身高腿长，又黑又壮，五官俊朗，硬朗大气，男人味十足，果然是功夫的模样。和俊俏无双的狗奸臣站在一起，配一脸呢，不错，真不错，外形相当般配，我非常满意。这对 CP 要锁死，请原地成亲吧。哎呀，看来攻略是彻底没戏了。蠢女人，又在瞎唧唧的乱点鸳鸯谱。不将我与司空小宝凑一段，他就浑身不舒服是不是？这蠢女人的脑子怕不是被驴给踢坏了吧？怎么总是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？你就是凤扶摇啊？你真的是凤扶摇？等等，你真的是凤扶摇吗？不对吧？凤扶摇不是穿得像鸡毛掸子，喜欢化大浓妆，是个又丑又傻的大草包吗？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凤扶摇啊？我怎么有点糊涂了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记得去年某次你在明月楼围着太子逼他娶你，结果被他泼了一脸汤汁，你一下子就成了长安城的名人，还是臭名昭著的那种。突然感到身旁传来2道杀人般的寒光。凤扶摇，我雌雄比太子强多了，你嫁给他不吃亏，以后你得对他好点，别动不动就作妖。这个司空小宝帅真可爱，就是有点缺心眼儿啊。当面揭我短，让你受夫的脸往哪儿搁呀？这不是当面打他脸吗？哎呀，你看，他的脸都快变成紫茄子了。难道这蠢女人就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吗？我就是凤扶摇，凤扶摇就是我，如假包换。以前的鸡毛掸子丑八怪是我，现在的这个也是我，只不过我现在不再喜欢当鸡毛掸子，更不喜欢化大浓妆，而是决定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。兄弟，嫂子还是不错的，你就别挑三拣四了。哪像我呀，天天被我爹追着相亲，人都快烦死了。我司空小宝真是愿得一人心，免得老相亲呐。哎呀，我这么英俊潇洒的男人，会便宜哪个女人呢？我总觉得哪个女人都配不上，是吧，雌雄？这家伙怎么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啊？定是为了狗奸臣这个受夫才不愿意相亲的吧？你都有了小受夫了，还相什么亲啊？如果3年后我还活着，一定将他让给你，让你们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你不下山，还待在这里做什么？王爷既嫌我打扰，我下山便是了。我待会儿让人为你们送壶热茶，再送几碟点心过来，你们慢慢聊，我不打扰2位了。再见。死奸臣，这就嫌我碍眼了？行，我走还不行吗？这地方如此隐秘，还真是幽会的好地方。我勒个去，他们不会打算在这里表演18禁吧？天气这么冷，会不会冻成狗啊？要不要送床被子上来？像我这么温柔体贴、宽容大度的女人，你去哪里找啊？你不应该奖励我1000两银子当封口费吗？表演18禁，还送床被子来，还奖励你1000两银子？我说，奖励你2个大耳瓜子还差不多呢。蠢女人，你的脑袋里边究竟装着什么些乌七八糟的豆腐渣呀？不行，再听下去，我得吐血身亡了。王爷恕罪，都怪奴婢不好，是奴婢领着王妃来这后花园的。王爷您不要责怪王妃，要怪就怪奴婢吧，奴婢愿意受罚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去找管家受罚，杖责15大板。王爷饶命！王妃想熟悉王府，于是找了管家来福。来福觉得奴婢在王府待的时间久，便派奴婢来给王妃带路。王妃将王府所有的地方都看了个遍，最后还想来观后花园。奴婢却说未果，王妃执意要逛后花园，奴婢也真没办法呀。王爷为何要惩罚奴婢？奴婢冤枉啊！前后矛盾，私藏祸心，没有半点做奴婢的规矩，被逐出王府，或者杖责18大板，你自己选择，滚吧！凤扶摇暗自冷笑，领着春燕和春香越过跪在台阶上的翠花，扬长而去。要不是你这个大草包，我怎会挨王爷惩罚？真是气死我了！凤扶摇下山，走了一身的热汗，感到浑身舒坦。春燕、春香，你俩去将浴室收拾一下，我要去享受一把舒舒服服的温泉浴。拿着春燕和春香去而复返，回来时一脸的委屈。
小姐，管理浴室的张嬷嬷说，那浴室乃王爷专用之所，王爷有洁癖，不喜别人动他的东西，所以您不能用王爷的浴室。王爷都和我同床共枕了，我连王爷的浴室都不能用，这是哪门子规矩？张嬷嬷的话能代表王爷本人吗？还明摆着给我一个下马威，故意羞辱我呢。他是不是在王府待久了，真拿自己当棵葱了，拿着鸡毛当令箭是吧？去，将张嬷嬷和管家来福都给我请过来。夕阳西下，凤扶摇端了一把椅子，翘着二郎腿，慵懒地坐在门口品茶。小瓜，帮我看看来福和张嬷嬷有没有做过中饱私囊之事。苟奸臣平日忙着上朝管理天道阁，将王府交给这两人打理，他们手脚干净吗？有没有做背信弃义之事？苟奸臣不是不打算将王府管家大权交给我吗？可我偏要将王府管家权拿过来，活活气死他。来福管家老实本分，倒是没什么事。但是张嬷嬷有。宿主，我这里有一个张嬷嬷的卦。张嬷嬷呢，乃姬皇后的人，一直跟随服侍黎王。黎王8岁那年，被建德帝当成弃子，送往叶国当人质。那几年一直是张嬷嬷照顾他，跟随他。黎王和张嬷嬷两人感情深厚，情同母子呢。后来黎王开府以后，张嬷嬷便随他来到黎王府，帮他管理后院中馈事业。张嬷嬷有个儿子叫张大山，和黎王同岁，吃喝嫖赌不学无术。张嬷嬷将黎王府油水最多的采卖之事交给了张大山。张大山仗着张嬷嬷深得黎王信任，暗中弄走不少银子呢。这不，去年张嬷嬷还偷偷为张大山在长安城买了一套宅子，打算给他娶媳妇。我觉得吧，你若顺藤摸瓜，好好查一查，肯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不过黎王那么不待见你，你若得罪张嬷嬷，会不会引得黎王不快呢？哼，我管他痛快不痛快呢，我自己痛快就行呗。我帮他清理门户，揪出蛀虫，他有什么不痛快的？若是连这点是非都分不清，那他便不配让我为他付出了。见过王妃。凤扶摇对他们点点头，大辣辣地坐着喝茶，抬眼便感觉到眼前一亮，一个风华绝代、气宇非凡的绝色美男踏着夕阳从远处缓缓走了过来。见过王爷。嗨，王爷，这么快就完事儿了？容貌俊俏，身姿风流，看着确实让人赏心悦目。你和你的宝不是在山上表演18禁吗？这么快就结束了？那个憨憨该不会和绣花枕头扎太子一样，中看不中用，只有可怜的3秒吧？哼，蠢女人，你又皮痒痒的是吧？不气我是不是浑身都不舒服？哼，我倒要看看这个蠢女人又要作什么幺蛾子。哼，狗男人不是不想让我接管王府大权吗？我偏要接管管家大权。新官上任还3把火呢，何况我是你的挂牌王妃啊！我要让你睁大狗眼瞧瞧，你信任之人都是些什么垃圾货色，特别是这个张嬷嬷，一定会让你高兴的吐血3声。一想起你吃瘪的样子，我就亢奋的睡不着。想要王府的管家大权是吧？有本事你自己去拿呀！张嬷嬷，来府管家，我是这黎王府的王妃吗？王妃乃皇上金口玉言赐婚，经王爷明媒正娶，拜堂成亲的正妃，当然是黎王府名正言顺的王妃。王妃有何要求，尽管吩咐，奴才一定不遗余力，尽全力满足。王妃，自奴婢管理黎王府后院以来，所有账目皆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所有下人都遵从黎王府的规矩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王妃您虽是黎王府的王妃，但也要遵守黎王府的规矩。比如王爷的专用浴室，您不可随便使用；王爷的书房要地，您不可随便进入；库房钥匙在奴婢这里，您不可随便索要。就算王妃您需要这些东西，也要过问王爷的意见，只有经过王爷同意之后，您才能去做，不可逾越了规矩。不知道这个草包今日能否帮我除去这个祸害，我还真是非常的期待呀。哼，狗奴才，还真将自己当成这王府的女主人了。你不是和我讲规矩吗？我今日便让你心服口服。好一个遵守黎王府的规矩，希望张嬷嬷记住刚才说过的话。张嬷嬷一心为王爷着想，劳苦功高，功不可没。不过我有一事想问问张嬷嬷，王府的收入支出都记账了吧？王府采买之事由谁负责？收入支出又是谁在记账？可有所有收入支出的账册？启禀王妃，自然是有记账的，所有收入和支出都会记账。记账之人乃张大山，也是负责采买之人。来府管家，麻烦你去通知张大山，让他现在带着近3年的账目来见我。王爷既说我是这王府的女主人，你们自然要将我当成主子来看待，
配合我管理家务，而不是像某些狗眼看人低的狗奴才，连我想去浴室洗个澡也要找各种理由阻挠。奴才嘛，就要有奴才的样子，而不是爬到主人头上作威作福。张嬷嬷，你说是不是呢？王爷，现在天色已晚，差不多到了晚膳的时候，黑灯瞎火查账不方便，何不等到明日再查？万一因此而影响王爷您的休息，可就不好了。王妃乃是这个王府的女主人，她说查账那便查账。来福，还不快去把张大山给叫过来。云17，你陪着来福一起去，将近3年的账本都给搬过来。话说这蠢女人她会看账吗？不会只是虚张声势的做做样子吧？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王爷，待会儿我要查账，王爷若是忙的话便去忙吧，或者王爷先去用晚膳，我这边忙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。王妃为王府鞠躬尽瘁，本王自然是要陪着的。等你忙完之后，本王与你一同共进晚膳，本王不着急。哼，怕不是等着看他出丑吧？奴才见过王爷，见过王妃，近3年的账本都拿了过来，还请王爷王妃过目。张大山是吧？这些都是近3年的账册，你告诉我哪些是收入账册，哪些是开支账册？启禀王妃，这筐账册比较少，做了蓝色标记的乃是收入账册，另一筐账册比较多，做了红色标记的乃是支出账册，这几本乃是前年做的账册，还请王妃过目。风扶摇坦然地打开账册，仔细查看，这一看便让他看出了端倪。这前年和去年的收入才5000多两银子啊！狗奸臣不是跟我炫耀年收入将近7、8万两银子吗？这家伙竟然如此奸诈，对这些奴才早已防了一手。大部分收入并未进入王府账目，而是进了他自己的小金库。看来他早已知道张嬷嬷乃姬皇后之人，所以防了一手。真是个阴险的家伙，难怪这家伙对张嬷嬷等人的行为诸多纵容，原来并不在意这点银子啊！可是你不在意，我在意呀！我爹1年才多少银子呀？凭什么这些银子要让这些蛀虫贪走啊？以前我不知道也就罢了，现在我既已知道，便不能坐视不理，一定帮你将蛀虫清理出去。哼，大意了，他就不该将那部分收入告诉他。这一笔关于王府修缮费2000两银子支出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2000两银子不是200两，也不是20两，这年头2000两银子能在这皇城置办一座豪华府邸了。你只是修缮王府，便花了这么多。哎，还有这笔为王爷置办衣裳，一次性花了1000两。什么衣裳这么贵啊？是用银子做的银布衫吗？买一次斧头竟然花了20两银子。你买的是金斧头呢，还是银斧头呢？难道是镶了宝石的斧头？几乎每一笔账目都存在虚高情况，你能给我解释一下都是怎么一回事吗？王妃，王爷府邸的修缮自然马虎不得，而为王爷置办的衣裳乃是镶有宝石的官服，自然和普通人穿的衣裳不同，而王府所用食材都是符合王爷身份的上等食材，所以支出的这些银子合情合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您平时并未接触过这些事儿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不知道也属正常。宿主，别听他胡说八道了，那些银子便是他为修缮王府为借口，为他儿子置办豪宅的花销。那套豪宅还带着几间旺铺呢，近800平方米，花了近2000两银子呢。他儿子的豪宅就在这王府大街的尽头，利器藏于他房间床下的木头匣子里面。你若不信，大可以让人去他房间搜一搜，当时他购买宅子的见证人叫王武，也能查出来。这个张嬷嬷可是一个黑心肝的白眼狼，这些年不知贪了多少银子，早就一夜暴富了。张嬷嬷，王爷一向信赖你，也从未查过你的账，但你不能仗着王爷对你的信任，便为所欲为，中饱私囊。前年修缮王府后，你在王府大街为你儿子购入一套豪宅，花了近2000两银子，你1个月才3两银子，你儿子1个月也才2两银子，这么一大笔银子，如果不从王府贪污，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奴婢看着王爷长大，为了照顾王爷，曾陪他在野国吃尽苦头，对王爷忠心耿耿，情同母子，从未曾想过要加害王爷。倒是你新婚之夜刺杀王爷，居心叵测，心如蛇蝎，现在对奴婢血口喷人，应是嫉妒奴婢和王爷关系亲厚，被王爷看中。王爷，奴婢对您忠心耿耿，从未做过对不起您的事儿。这个草包刚刚嫁入王府，便各种看奴婢不顺眼，处处刁难，他根本就不配做您的王妃，您值得更好的。还请王爷明察秋毫，万万不能被小人蒙蔽了双眼呐！王爷，你若不信，大可让人去搜查他的房间，看看到底有没有那豪宅的地契，不就什么都明白了？说不定那地契便藏在床下某个雕花匣子里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我也只能帮你这么多了，不用谢我，我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的。
你这个毒妇，刚刚嫁进王府便挑事找茬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新婚夜刺杀王爷，对王爷居心叵测，挑拨离间，你根本不配当离王府的女主人。王爷，奴婢求你赶紧将这个毒妇给休了吧，娶妻不贤，祸三代，她不是您的良配呀，王爷，迟早有一天您会被她活活害死的。这个世上只有奴婢对您才忠心可见呐。17，你们和来福去他的房间搜一搜，看看到底有没有那套房子的地契。是，属下遵命。王爷，您还记得您5岁时候的事儿吗？您被长公主绑起来，藏在废弃的房间，饿得奄奄一息。是奴婢第一个找到您，将您救出来。要不是奴婢找到您，您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。还记得您8岁时被皇上派往叶国当人质吗？是奴婢对您不离不弃，一路跟随您，照顾您，跟着您吃尽苦头。有一次叶国公主放恶狗咬您，奴婢为了护您，被恶狗咬得遍体鳞伤。奴婢一直记得那年冬天，雪下的有半人高，我们又冷又饿。叶国的奴才欺负您，虐待您，不给您被子盖，是奴婢冒着大雪跑去哭求那几个奴才，从而被他们强暴。奴婢受尽欺辱，才为您讨来1碗稀粥和1床宝贝。王爷，奴婢对您的忠心天地可见，天地可见，您千万不能被这个妖妇给蒙蔽了呀！你确实为离王做过不少事，但那是你这个奴才应尽的职责。小瓜刚才说，帮助姬皇后给离王下寒毒之人，便是你这个毒妇。还有，离王那次被太子毁容，你也做了姬皇后的帮凶，在他的伤口故意加入溃烂之毒，害得他那半张脸烂得不成样子。你表面上对离王忠心耿耿，实际上却是姬皇后的一条恶犬。离王对你一向不薄，你对他怎么下得去手？你可真是一条忘恩负义的毒蛇呀！嬷嬷，别处的伤口10来日便能痊愈，为何脸上的伤口一直不愈？因为伤口切得太深，所以愈合困难。小殿下再忍一忍，再过几日便好了。王爷，地契找到了，地址就在王府大街。另外，张嬷嬷还藏了不少皇宫御赐的布匹，码得像山似的。来福管家和下人们跟在后面，哼哧哼哧的抬着几大箩筐东西走了进来，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值钱的东西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啊！求王爷看在奴婢对您忠心耿耿的份上，饶了奴婢和大山2条狗命吧！张嬷嬷，本王一向信任你，没想到我竟养了一条白眼狼了。如今人赃俱获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王爷，奴婢知错了，求您看在奴婢服侍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饶了奴婢和家人的狗命吧！王爷，求您了！来人，将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拉出去杖毙了，其所有财产都收归王府。处理完张嬷嬷母子，当日晚膳后，沈君慈将离王府所有下人集中在一起。给，这是后院库房的钥匙，你收好。此后就辛苦你管理王府后院的事情了，采买记账等事宜也辛苦你来安排操劳。只要是这王府的东西，你都可以随便使用，不必知会本王。那我就不客气啦，谢谢王爷对我的信任。哼，我谢你全家！你将大部分收入放进了你的小金库，压根就没有拿回王府，只给王府这么一点花销，怎么好意思让我管账啊？打发叫花子呢？难道在外面有外事？和司空小宝另外建了一个爱巢？瞧着宽肩窄腰大长腿，看了让人流口水。就是可惜了，是我攻略不下来的男人。算了算了，先不想了，还有3年呢，急什么？蠢女人，没完没了的是吧？就不能对这蠢女人太客气？你不是哭着喊着要去浴室沐浴的吗？你到底是去还不去啊？那王爷你去忙吧，我先去沐浴了。哦，还有一件事，那个王爷，我睡相不大好，一个人睡习惯了，旁边有人会睡不着的。王爷，看在我今日帮你除掉张嬷嬷这个蛀虫的份上，你不如将琉璃轩让给我，你去别的房间睡，好不好？反正王府这么大，房间多的是，你不缺这一个，如此也方便你和司空小宝见面，对吧？你看我多大方，多通情达理，多温柔贤惠啊！你俩的事儿，我绝不会说出去的。哎，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哈，我要去沐浴了。王爷晚安，祝您好梦哦。这个蠢女人是在用司空小宝威胁我吗？想甩开我自个儿睡，门都没有。小姐，您今日和张嬷嬷对着干，可吓死我了，我生怕您吃亏。您是第一个在新婚第2日便拿到掌家大权的新娘子，谁家新娘子会像您这么雷厉风行？小姐，您太厉害了。是啊，张嬷嬷看上去好凶，一副不好相处的模样。小姐，
你有所不知，我今日去跟他说你想用御室之事，他横眉竖眼，飞扬跋扈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掌家主母呢。一个奴婢摆不清自己的位置，活该被杖毙。张嬷嬷若老实本分，王爷看在他对她有恩的份上，是绝不会亏待她的。只可惜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他的胃口未免也太大了一些。对了，以后我掌管王府，你俩也要跟着我学会做账，我会将你俩培养成我的左膀右臂，不能只做普通的丫鬟。是，奴婢谨听小姐吩咐。凤扶摇回到卧房，盖着暖烘烘的被子。哎呀，被窝里真舒服，还是一个人睡更爽。哎，纯燕，将另一床被子抱走吧。从今日起，王爷不来这边睡了。啊？哎，小姐，您和王爷这才刚刚大婚，王爷就不和您睡了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昨夜王爷在这边不是睡得好好的吗？为何不过来睡了？他是不是生气您除掉了张嬷嬷？哪有新婚夫妻分床睡的？王爷不会是怪您和张嬷嬷对着干吧？您这是帮王爷管家，他怎能如此待您？哎呀，不是的，是我一个人睡习惯了，不喜欢和人一起睡。你俩先下去吧，我好困啊，先睡了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恍恍惚惚，好像是回到了前世。一群学生来到某个打卡圣地旅游，围在一堆篝火旁，正在烤一头蜕了皮的羊。哎，太棒了，今晚有烤全羊大餐啊！这烤全羊怎么穿着红裤衩啊？为何看着有几分眼熟？我的妈呀，这是烤王爷呀！救命啊！我要那条烤羊腿，我要烤羊腿啊！不要烤王爷！等会儿，就挺突然的吧？这烤王爷，你敢烤本王是吗？还是火堆旁暖和，太舒服了。我不要烤王爷，我要烤羊腿。我的烤羊腿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唉，如果攻略不下王爷，我会不会什么？后面没有说了。少女身上散发出甜美的香气，熏得沈君慈面红耳赤，心跳如雷。他还从未曾和哪个女子如此亲近过，感到浑身不自在，于是尽量的往后面让了让。然而他退后一段距离，少女就如春藤般缠了上来，拱进他的被窝里，小手在他的身上摸摸索索。找到烤羊腿了。沈君慈强忍着心头的臊意，一把抓住凤扶摇不老实的魔爪，一点一点掰开他的手指头，将自己的要害释放出来。这女人睡个觉都如此不老实，真是欠揍啊！睡得跟个死猪似的，被人扛走扔进湖里也不知道。我的烤羊腿呢？我的烤羊腿不见了！我的烤羊腿啊！没完没了的是吧？我说你咋不上天呢？改天本王一定买头烤全羊撑死你！真是。所幸少女之后也未在梦中说话，而是陷入了深睡中。沈君慈支着耳朵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过了很久才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大色狼，你是谁啊？色狼，你是谁？你为何在我床上？啊，王爷，原来是你啊！对不起，我刚才做噩梦，被一个穿红裤衩的色狼追赶，醒来见身边躺着一个戴面具的男人，还以为是色狼呢，吓死我了！不好意思啊，王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喂，大半夜你鬼叫什么呀？本王刚才差点被你吓死啊！看看你这披头散发的鬼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女鬼呢。行了，赶紧睡吧，别神神叨叨的了。不是和你说过，我们从今日起分床睡吗？你大夜里偷偷爬上我的床，我哪里知道是你啊？王府那么大，房间那么多，你非要和我挤着睡，又不是我的错。这里是离王府，本王想去哪睡就去哪睡。去。王爷，你我本是陌生人，为了皇上的旨意，无奈捆绑在一起。你怕被人耻笑，为遮人耳目，强迫自己和一个不爱的女人同床共枕。我懂的，我都懂的。放心吧，我会将你当成好姐妹看待，并且为你保守秘密。王爷，祝你和你的宝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恩恩爱爱一辈子哦。3年之后，如果我还活着，一定会主动退出，成全你们。不用谢，我做好事不留姓名的。喂，这个蠢女人到底是哪只眼睛看见我与司空小宝是有情人的，还要成什么眷属？真是的，又是一个被差点气死的一夜。我今天晚上为何要来爬她的床，自己找气受啊？总有一天我会被这个蠢女人给活活气死吧。小姐，起床了，
今日是您和王爷新婚的第3日，是您归宁的日子。归宁？什么归宁啊？小姐，新婚第3日，新娘子和姑爷一起回门拜谒老爷夫人。今日老爷定会大办回门宴，盛情款待您和王爷。不过，今日也是太子和太子妃归宁的日子，你们定会碰上，所以奴婢要将小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免得被二小姐比了下去。这套衣裳是王爷让人为您准备的归宁新衣。也就是说，今日我将和扎太子、凤福雪相悦，这俩阴险的家伙不会搞出什么幺蛾子吧？小姐，王爷一早起来便让来福备了丰厚的归宁礼，说是今日与您回凤丞相府带回去的。王爷考虑的真周到，他对小姐您真是不错。要奴婢说，王爷可比太子对您上心多了。以前您是省吃俭用，送了那么多礼物给太子，他一见面便对您冷嘲热讽。凤扶摇苦笑，可谁又知道她嫁的男人不喜欢女人呢？唉，宝宝心里苦，但宝宝不能说呀。老爷，他们为何还未到啊？也不知雪儿嫁入太子府是否过得习惯。她在家的时候被我们捧在手心，像宝贝一般娇养呵护。如今嫁为人妇，真希望她过得幸福美满，早日为太子生下一儿半女。老爷，幺儿新婚夜刺杀黎王且上吊未遂之事，在长安城传得沸沸扬扬，整个凤丞相府的脸都被他丢光了。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啊！以前她还是女儿时，便行事疯疯癫癫，不着边际。如今嫁了人，还是如此。老爷，您今日可要和他好好说道说道，让他收敛收敛，不可再任性妄为。凤丞相被姬夫人念叨的头疼，皱了皱眉，板着脸没有说话。别人都羡慕他2个女儿嫁得好，也只有他自己才明白，建德帝这是将他这个左丞相置于多么尴尬的位置。老爷夫人，马车到了，马车到了。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到了吗？哎呀，终于到了呀！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，2辆马车停到凤丞相府门前。一个身姿修长、戴着银色面具、风华绝代的妖孽男人率先从马车上下来。竟然是那个大草包，雪儿为何还未到？你闭嘴，跟我上去迎接王爷。黎王容貌有瑕，天天戴着面具，看着阴森森的，让人浑身不舒服，岂能和尊贵的太子殿下相比？那个草包也只配嫁给这样的男人，以后还不知是个什么下场呢。凤丞相刚想迎上前，一辆镶嵌着宝石的豪华马车在凤丞相府门前停了下来。太子沈君义从马车上走了下来，2个小丫鬟走上前来，搀扶着凤福雪走下马车，面色却有些苍白憔悴，走路的姿势一瘸一拐的。凤福雪看着凤扶摇，立即挺直脊背，跟打了胜仗的大公鸡似的，要多得意有多得意。哎呀，你家夫君只有可怜的3秒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真是缺什么炫什么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过得惨吗？走路跟螃蟹爬似的，一定被折腾得不轻吧？哼，你俩玩的可真够花的。当初你一边游说我对扎太子死缠烂打，一边和扎太子勾勾搭搭的，还和你恶毒的娘让我打扮得像鬼似的招摇过市。原来你和你娘才是顶级绿茶呀！哼！等会儿，什么只有3秒？玩的可真花呀！这是一个女人家该说的话吗？臣妇参见太子殿下、太子妃。凤丞相姬夫人请起，不必客气。此乃南阳火山湖，是本宫和太子妃精心准备的礼物。这也太贵重了，太子殿下有心了。被冷落在一旁的沈君慈挥了挥手，云诗琪和萧颖也抬着礼物下了车，有极品人参、高档燕窝、高档灵芝，有价无市的裘皮。这男人真讲义气，我帮他挡刀，他便帮我做足面子工程，真是好姐妹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也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我们明明是夫妻，何时成了姐妹啊？这女人是不是脑子被门给夹住了，把我给当成女人？此乃本王与王妃备的礼物。姬夫人瞅了一眼他们的礼物，兴致缺缺。那些礼物虽然也不错，岂能和太子殿下的珊瑚相比呢？太子殿下和黎王殿下太客气了，里面请。这顿归宁宴备得十分丰盛。2位小女从小娇惯，没吃过什么苦头，还请太子殿下和黎王殿下对他们多多包容。臣只盼他们能早日生下一儿半女，为殿下开枝散叶。吾儿既已嫁为人妇，定当温柔贤惠，恭敬谨慎，恪守妇道，孝敬公婆，夫妻恩爱，相敬如宾，相夫教子乃是根本。以后切莫再任性了。吾儿都记住了吗？是，女儿谨记爹爹和母亲教导。去他娘的母女情深吧！我一个外人就不掺和了，那些恶心人的虚伪场面话，听得都快吐了好吗？
姬夫人，要是你知道扎太子只是银枪蜡头加变态，会不会被活活气死啊？姬夫人见凤扶摇不顾太子在场，没大没小的吃得欢畅，心底满是鄙夷。果然是上不得台面的草包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太子殿下，这些菜都是父亲特意为您准备的，您一定要多吃一点儿。丞相府比不得太子府，太子殿下可不能嫌弃呀。雪儿能嫁给太子殿下，乃是他3世修来的福气。看见你们恩恩爱爱，臣妇这个做母亲的也知足了。雪儿是个温柔贤惠的好女孩，岳母大人请放心，本宫一定会好好珍惜雪儿的。沈君慈微垂着眼眸，只是偶尔吃几口菜，全程未开口说话。凤扶摇瞅着那风华绝代的妖孽美男，只觉得食欲大开，对着满桌佳肴那是埋头苦干，吃得不亦乐乎。顿午膳终于吃完，凤扶摇撑得都快站不起来了。姬夫人嫌弃地看着他，自顾自地拉着凤扶雪的手回房间说些提起话。哼，那个上不得台面的狗东西，嫁了人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真是丢人。两位殿下请到书房小坐，喝喝茶，聊聊天，休息一下。他们离去之后，凤扶摇吃饱喝足，昏昏欲睡，在花园中稍稍走走消消食。正走着，一个壮硕的身影从花园一角闪身而出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遇见你，遇见屎，好狗不挡道，你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？瑶儿，几日不见可想死我了，没想到你这样子竟如此漂亮。还记得我们的誓言吗？我答应过你的话依然算数，只要你帮我干掉他，我便让你做我的侧妃，等我以后做了皇帝，便封你为皇贵妃，绝不食言。哎，我的妈呀，就你这3秒就倒的水货，还是算了吧啊，姐看不上。他突然瞥见假山处一闪而逝的衣袍，假装天真无邪地问道：殿下，真的吗？我真能做你的皇贵妃？听上去很诱人的样子啊。可是有件事情我一直不明白，你为何一直想干掉沈君慈呢？他已经被你毁了容，对你继承皇位构不成任何威胁，你何必对他赶尽杀绝呢？他好歹也是你的亲弟弟啊。哼，弟弟？就他？瑶儿，我不妨告诉你，他并非我的亲弟弟，而是父皇捡回来的野种。他娘是个下贱歌姬，还不知道他爹是不是父皇呢。我父皇可怜他，才将他捡回来。就他这种货色，你觉得我该对他客气吗？父皇还偏偏将天道阁交给他这个野种来管，你说气不气人？我必须要得到天道阁，不能让他有任何实权，所以他必须死。瑶儿，只要你帮我干掉他，我便娶你为侧妃。待到日后我登基为帝，定会封你为皇贵妃。我去，扎太子也太恶心了，竟敢当众勾引姑奶奶，这是拿姑奶奶当傻子吗？我若真杀了沈君慈，定会被老皇帝凌迟处死的，怎么可能还有机会当他侧妃嘛？扎太子这是一石双鸟，想要我和沈君慈2个人的命啊！原主真是瞎了眼睛，怎会看上这种货色的？姑奶奶都要吐了好吗？沈君慈站在假山后面，盯着沈君逸的后脑勺，眼底闪过浓浓的杀气。他真想剁了那只想摸凤扶摇脑袋的手。果然是一个狼心狗肺的畜生。这个畜生怕是连做梦都想不到，草包早已换了心思，不再是那个傻里傻气被他玩弄于股掌中的花痴，到最后还不知道是谁会干掉谁呢。切，瑶儿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这是我特意送给你的礼物。你以前不是一直想让我送给你定情信物吗？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气我娶了凤扶雪，气我没有信守承诺。可你要知道，我娶凤扶雪乃是父皇母后的旨意，并非我所愿。我最喜欢的人其实是你，他怎么能跟你相比？只要你帮我杀死李王，我便娶你为侧妃，绝不食言。哎呀呀，狗渣男，你这么蠢这么龌龊，是如何当上太子的？正因为你当了大龙国皇帝，才加速大龙国灭亡的。要我说，沈君慈比你强1000倍10000倍，他才是最适合当皇帝的人。他英俊潇洒，长得帅，有勇有谋，能隐忍。不但如此，还阴险狡诈，有谋略，哪是你这种货色能比的？哪像你这个狗渣男，蠢里蠢气，跟头狗熊似的。哼，还只有可怜的3秒，真是好可怜的一个大蠢货呀！哼，这蠢女人对我的评价还蛮高的嘛，算她有眼光，不是眼瞎心瞎的大草包。我现在还不能杀太子，否则老皇帝、姬皇后、姬家人都不会放过我的。必须徐徐图谋之，不能操之过急。我已经准备了这么久，绝对不能功亏一篑了。哎呀，当然呢，沈君慈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他是个爱穿红裤衩的断袖啊。不过呢，他虽然是断袖，可功能齐全，不影响他要后代。在我们那个时代，就有不少断袖，一边娶妻生子，过着貌似正常人的生活，一边养外室，和功夫卿卿我我，外面彩旗飘飘。哎呀，大概率沈君慈以后也会过这样的生活吧。我若想要攻略他，难道要和司空小宝共侍一夫吗？哎呀，
心塞啊！断袖你妹呀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本王和司空小宝断袖了？哼，狗渣男，你可真是屎壳郎戴面具，臭不要脸啊！以前你欺我年少无知，骗我嫁给离王，帮你杀他，如今你还想骗我继续帮你卖命？你又恶毒又自以为是，你是从来不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个什么狗玩意儿吗？你这么下贱，你父皇知道吗？哼！再见了，前夫哥，我会帮你多烧点纸钱的，赶紧去死吧！多看你一眼，我都会像吃了屎一样恶心。说着，转身向着花园的另一头走去。放扶摇，本宫送你礼物，许你侧妃之位，那是看得起你，别给脸不要脸。要知道，本宫以后才是未来的皇帝，沈君慈他什么都不是。等本宫上了位，一定会赐死他。你想活命，必须和本宫配合。沈君慈，你竟敢殴打本宫，好大的狗胆！你骚扰本王的王妃，诱骗她刺杀本王，本王没杀你，也是给足你面子。要是再有下次，本王定要你死！沈君慈，明明是他恬不知耻，拦住本宫去路，勾引本宫。以后你可得看好你心爱的王妃，免得她到处勾三搭四，给你戴绿帽子。凤扶摇，你个不要脸的贱人，竟敢趁我不在勾引太子陛下！你莫不是想要嫁给太子殿下，想疯了吧？你已经嫁给离王，就该恪守妇德，不再勾三搭四。没想到你竟趁归宁之日偷偷勾引太子，你怎如此不要脸？你可真是一个厚脸皮的贱货！凤芙雪，你是真瞎还是装瞎呀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勾引这个狗渣男了？当初你百般算计我，劝我说什么爱太子就应该帮他做任何事情，包括帮他杀人放火。结果呢，我傻傻的去当炮灰送死，你却嫁给这个狗渣男，是个人都做不出这种事情吧？凤芙雪，你可真是死王八炖汤，憋着一肚子坏水啊！你放心吧，这种狗渣男姐压根就瞧不上。不过你俩倒是挺般配的，祝你俩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你们一定要幸福哦！凤芙雪气得俏脸煞白，指着凤扶摇，嘴唇哆哆嗦嗦的说不出话来。好妹妹，我听说渣太子那方面不行，还是个变态狂。奉茶那日，我见你走路不太利索，脸怕红的像刚生完孩子似的。我是真的很好奇，你俩到底是怎么洞房的？方便透露一下，让我开开眼界吗？凤扶摇，你休要胡说八道！你这个贱货，我要让你死！凤芙雪，嘴巴放干净点，我都闻到你的口臭了。我是不是胡说？难道你自己心里没有点数吗？也是，夫君不能人道这种事情，换了是我也不会承认的，传出去多丢人啊！凤芙雪气得眼神血红，恶狠狠地瞪着凤扶摇，面色扭曲，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你这个不知廉耻的混账东西，你怎能背着雪儿勾引太子殿下？太子殿下是你妹妹的夫婿呀，做人怎能如此不要脸？果然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这是人做的什么事儿吗？你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，再敢污蔑本王的王妃，死！老爷，您倒是管管他呀！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您还如何做人？我的老天爷呀，这可让人怎么活呀！无知蠢妇，你给老子闭嘴！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？啊！赶紧将那些丫鬟婆子撵走，此事我们自己解决就好，万万不可声张。还有，管好你的嘴，不要再胡说八道。戚夫人，不分青红皂白便血口喷人，给我泼脏水！你们哪只眼睛看见我勾引渣太子了？你这样做不但诋毁离王名声，还诋毁了凤丞相府的名声。是因我走在半路被渣太子拦住去路，让我帮他杀死离王吗？还是因为渣太子说他对我有情，想送我金钗，被我嗤之以鼻，言辞拒绝？我说凤芙雪，你不看好自己的狗，却责怪被狗咬伤之人，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？渣太子对你而言是个宝，但在本小姐眼中狗屁都不是。我劝你多吃点猪脑子吧，正所谓缺啥补啥，你呀该好好补脑子了。还有你，缺脑子的蠢夫人，你女儿是非不分，你也是个没脑子的蠢货。明明是渣太子拦住我和我说话，你却污蔑我勾引他，你是烧糊涂了吧？老爷，您刚才说的是什么胡话呀？太子殿下怎么可能让他刺杀离王？又怎么可能送他金钗？他怕不是得了失心疯，在胡言乱语吧？太子殿下，下官这个女儿行事乖张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别和她一般见识。哎，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瑶儿，你够了，不要再疯疯癫癫的胡言乱语。你无辜污蔑太子殿下，好在太子殿下不和你一般见识。